咨询的就是我跟我前男友之前是已经到了一个谈婚论嫁的状态，然后但是我们因为一点小事分手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经大概分了就是半年，差不多是这样子。然后呢他家里一直在逼他，师傅能把音乐调小一点？不好意思，我在车上。就是他家里就是比较着急他结婚嘛，就是然后我这边我也有接触新的男生，然后他那边也有接触新的女孩子，然后他家一直逼他相亲啊这样子的。然后前段时间呢，就是他有前段时间他那个有在那个接触别的女生嘛，然后其实我心里还是比较一直放不下他，一直舍不得，因为我们就是虽然说是分手了，但是还是一直在联系这种状态。然后呢他有去接触新的女孩子，我这边就是有一点绷不住了，就是我想跟他和好。然后呢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就是很摇摆不定，就是我觉得他也没有那么想跟我和好。然后前段时间吧，然后我们在聊了一次，就是有打了一通电话，就是在聊和好的事儿。然后第二天我正常联系他之后呢，他就消失了。然后第二天回过来电话说，其实他那天去跟别的女的出去玩了。然后但是他跟我说，他心还是在我这边，就是说还是想要跟我和好，然后他就把车开到我家楼下，想让我就下去找他聊聊。但是我觉得我对这个人就是我已经不相信他说的话了，我就让他走了，把他赶走了。然后赶走了到现在呢，我们俩也是就是1个礼拜没联系了。他跟我说什么那他也努力过了，既然我不答应那就算了，2个人然后就1个礼拜都没有联系。但是我感觉呢，就是我心里还是很放不下他。那你觉得现在这种状况我能去主动找他吗？你没有意义。你们为什么分的手？就是他的人设是什么样的，就是我跟他是一个占有欲控制欲特别强的一个男的，就是他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我感觉我除了他不能有任何的男的，也不能有任何异性朋友。就有时候我喜欢出去打打牌啊什么的，如果就是打麻将啥的，如果有男的他也不乐意，就是得跟我吵，就这种占有欲控制欲特别强。然后我们就是因为这种小事儿就是分的手。可是现在然后他对你也没有很想要和好的意愿，都是你想和好的心大于他想和好的心啊。是，就是后来我就觉得他一直不坚定嘛，然后后来最后一次他不是把车开到我家楼下，他就说还是想就是跟我好好聊聊，然后谈谈这个事儿。但是我就那天晚上因为他不是消失了嘛，我就觉得我被他给气到了之后呢，我也是有一部分赌气吧，我就说约会了是不是？就比如说第一天我们俩打电话，我们俩在说和好的事儿，然后因为之前我们也见过家长了嘛，然后他说他要去跟他爸妈讲，还是想跟我和好。然后第二天他又消失了，就又去跟别的女的玩了。还在自己然后第3天看问题看本质不就好了吗？你现在在说那么多，不都是你自己内心的情绪吗？是你对这段关系的滤镜吗？本质不就是他还是要去跟别的女生好呀？本质就是他要跟你约，但是他又去见别的女生啊，这个才是本质啊！事实是本质啊，发生的事件是本质啊。对，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我就觉得他们家就是在我们俩结婚的这个事情上，我觉得诚意不够。就是当时谈婚论嫁的时候呢，就是他爸妈来问我妈说，你们对这个彩礼啊有什么要求之类的。然后呢，因为我们2家条件呢都不是很差，就是他们家也是做生意的，我们家也是做生意的。然后我妈就跟他们说了，说彩礼差不多给个188这样子。然后呢，但是这个188不是说他单方面给我，就是我妈给我的陪嫁也是188，就是等于说2个188都是给到我们2个人这样子。就我觉得我也没有占他们家便宜吧，是这样的。然后呢，他们家就给的态度就是，就他跟我说的，说是比他条件好很多的人也没有这么高的彩礼，但是呢，他说，
彩礼可以少一点，但是可以比如说给我买一辆300到400这样的车，但是我就觉得你连188彩礼你都不愿意给，那你何谈300到400的车呢？说这些干什么呢？你说这些干什么呢？那就是觉得这个人反正，那你觉得我现在也没有必要再回去找他了吧？你说呢？你说了这么多，不就是为了佐证，最后还是佐证这个人不行的？那你是佐证的什么？难道是佐证的这个人可以吗？还是佐证的你们的关系可以往下走吗？你说的这么多1、2、3、4、5，不都是佐证的他不行吗？但是我现在就是关键是我这里的问题就是我们俩也谈了挺久的，我现在情感上还是就是说放不下他，这种现在怎么办？是你单方面的问题，单方面能让你俩结婚吗？你对他有单方面的感情，想做单方面的妥协，这个能推动你俩结婚吗？关键是他最后跟我说的是，这个就叫边缘化信息啊，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是情绪的边缘化信息啊。对不对？他如果想要做足够的努力，他自然会让你知道啊。他还需要让你在这猜吗？你现在猜来猜去，不就是因为自己上头吗？难道是因为对方付出的感情多，对方做出的付出多吗？我觉得他是没有什么付出的，那就对了，就是他没有付出啊，他是嘴巴上嘴皮子碰下嘴皮子跟你说了一下，但是呢，行动是什么呢？那我现在每天跟你说我好爱你，我非你不娶，我这辈子忠贞不渝，然后我晚上跟别的女的就滚到一块去了，行不行啊？是不是代表我说的都是实话呀？能不能行？那还是说不行？那如果就是说，就是如果他，比如说我们俩如果和好的话，那他应该就是还是像原来一样，也不会改的。我觉得他这种本质上还是就说这么个人。你觉得的很对，请你醒醒，姐姐醒醒啊！你觉得的很对 ，move on 好吧 ，next one 啊，耽误时间。还有问题吗？挂了啊，他自己挂的吧？是他自己挂的吧？姐姐醒了，姐姐醒了。这跟那有什么区别啦？白天说爱你，晚上跟别的女人滚到了一起，或者是今天跟你说，我跟我家那位感情不好，我们2个人要扯快乐证，然后呢就跟你那个哼哼哈哈，但是呢过了2年他还没有扯快乐证，那你们告诉我到底什么是事实呢？你也会觉得你爱他咯，你会觉得哎呀他还是想分的呀，他只是迫于无奈呀，他只是因为财产分割不均啊，他只是因为小朋友啊，到底什么是事实呢？自己看不清楚吗？我跟你讲，为了我们这个姐姐醒醒这个栏目录制啊，我打了2个字放在我的面前，温柔。我为了提醒我自己，不要动不动的就暴躁，不要那么易怒啊，不要搞得老是上蹿下跳的。我这不是为了给你们看的，这是给我自己看的。我现在就把它放在我的面前，知道吗？不停的提醒我，对姐姐们要温柔一点啊，对小姐姐们一定要温柔一点，不要把你们骂哭了，哭了节目就不好看了。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加个粉丝团，然后没有学习过我们金贵的关系，没有进过我们金贵的社群，还没有找到队伍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大家一个圈圈的入口，大家可以在圈圈里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连麦规则，要连麦的宝宝一定要先看连麦规则，然后再上来连麦，送4000个币的礼物，上来连麦啊！好，下一个。为什么原来刚开始直播的时候我没有那么暴躁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直播人数没有那么高。喂，你好。Hello， 你好，还没有那么多的注册女孩。你好，就是我就是我的情况就是我家里从小是比较贫穷的，然后后面出来上班工作之后就认识了一个围城类的男的，他比我大9岁。
断断续续，现在在我身上投入了，就是一线城市有一套房，然后老家有一套房，然后给我投资了100万，就是开店，加盟开店。后面我妈妈和我爸爸是从小离异了，然后后面也因为在老家买了房子，然后我把我爸爸妈妈又接回来了，就是又在一起了。然后后面我妈妈就是觉得我已经28岁了还没有结婚，她就后面给我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跟我一样大的年纪。老师说违禁词啊，你说了2个违禁词了已经。不好意思。然后我就在犹豫，当时是选择跟对碰的那个男的了解，还是继续和围城内的在一起。后面我朋友都觉得我应该选择一个正常的路，然后我就选择了对碰。结果嘞？结果就回去了。结果那个就是那个男的条件不错，他自己年收入1年100多万，然后但是呢，他这个人非常自我，情绪很不稳定，然后谈了没几个月就分合很多次，然后就掰了。然后现在我的想法就是，要不然还回去找围城内的那个男的。但是你看这种案例，我在每一场直播的时候都有在给大家讲，是吧？这个走回头路的10有8九都是走回头路，像你们这种情况的10有8九都是走回头路。所以为什么每次你们在纠结的时候，我都跟你们说就别动了，别折腾了，其实是因为我已经预见到这个结果了。你想回头就回呗，现在那男的找你没吗？我和对碰的那个男的在相处的时候，他找过我几次，然后我跟他就是给我建议啊，因为他思想各方面很成熟，然后他对我也是真心的想让我变得更好，只不过就是没谈成而已。然后后面，当我想回头去找他的时候，他就是认为我内心里面有一种执念，就希望想进入围城。他说如果我不放下这样的执念的话，就很难继续和他在一起，这样子的话又重复过去的一些，就不太好，就觉得。你多大了？我今年刚满28岁。28，你就直接跟他说呗，你就说那我们再往下走的话，也得走带球这个路了呗，你就这么跟他聊呗。你说要不然的话，我也不知道后面的方向是什么呀。如果带个球的话，我这辈子不也就死心塌地的就跟着你了吗？你就这么跟他聊啊，先给他画个饼啊。给他画饼，他之前有提过，他说再给我2000个 W， 然后说让我以后就是基本上不用找就可以衣食无忧了嘛。但是因为我的情绪我当时跟他在一起那时候情绪有点不稳定，他就觉得他那个想法就感觉我情绪不稳定的话就很难这样子继续下去。怎么我说我的你说你的呢？我温柔的指我再看一眼，我再跟你讲话。那么我说我的你说你的，我说让你跟他聊，就说你现在觉得还是跟他在一起肯定是你这辈子的归宿，所以既然要往下走，那么你们2个人就开始计划带球的事情，对不对？你就不要管他以前跟你说什么了呀。你说我已经想明白了，我自己也出来看了一遭，我觉得这个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我到最后无非就是想要一个能够为我遮风挡雨的男人，能够给我一个稳定的归宿感。什么是稳定的归宿感呢？对吧？一个能给我爱还能给我米的男人，可不就是稳定的归宿感吗？这个时候我在跟这个爱的男人有了一个共同的结晶，这还有比这更稳定的吗？对不对？就想通了呗，晴天霹雳给我想通了，对吧？就是金哥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好像真的是这样子，但是我还是想有一个正常的那种。你给我尖的，你跟我边儿去好不好？你再搞就，我跟你讲，这一回按我这么聊，你还有戏。你再搞一回，你就被杀价杀没了。我告诉你，到时候那男的还让不让你回去，那就说不好了嘞。哼。
可是我以后的路我没有想过要这样走诶。那你再去想想吧。你再去跟你的闺蜜们聊聊，你闺蜜不是挺会出主意的吗？不是让你跟这对碰的男的好了一阵子了吗？这不是挺会出主意的吗？那你就再跟你闺蜜聊聊，她们一定能聊到你的心坎里，好不好？他们后面不知道为什么也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也说什么要走正常的路啊，所以我才会和对碰的跟他继续了解。我说了噻，他能说到你的心坎里噻，他们跟你想的一样的噻。哎呀，还是正常点吧，做个正常人，找个正常的人。那你就跟他们聊，你跟我聊，我的方案告诉你了，我的想法告诉你了。正常，哦，那你觉得那个围城内的男的他其实这样子对我已经算很负责了吧？哎，凡事先看自己几斤几两，人家怎么样我们先另说。首先这男的方方面面没有亏待你吧，这个是本质吧。你自己就像你说的，我原来是穷的叮当响吧，对吧？也没啥本事吧。那我再找所谓的什么结婚对象，我还想我心里还瞅着这个物质标准，我瞅着这个物质标准，然后我再去找结婚对象，那怎么可能呢？人家怎么可能达得到呢？那不可能的事情啊。就是我现在就是有之前的一个初恋，他回头来找我，我们都已经分了好几年了，他突然来找我，然后他老家拆迁了2套房子，他说当初没有给我好的物质生活，觉得我跟他分手了，他对不起我，他说现在想回头找我在一起，然后房子就是可能就是100个 W， 然后写我的名字，说想在一起。可是这个时候我又有点看不上了。哎，我都跟你们把命都给你们送完了，知道吧？你们要非要搞这些七的八的，那我也没办法，真的。你们要非要是可是，哎呀，他还有个100万，给了我他妈100万能干什么呀？在你这男的跟你谈2000个 W， 那他妈谈100个 W， 这怎么谈得拢？这是。这怎么谈得拢呢？这然后我跟他在一起的这几年我都没有工作，然后我就想说，现在想还是找个正常的工作先做着。你去做吧，这都不是一件事儿。你工作嘛，你想工作可以工作，但是你工作丝毫不影响你找不到你心目当中要的那个目标对象。你到时候再兜转一大圈回去，第一，你那个爹爹不一定接受你；第二，你那个爹爹就算接受你，他必然会杀你的价。你自己想清楚就好，好吧？哦，然后我妈妈她是说觉得她能就是跟你是一个想法的，然后她就觉得如果有了那个，她就还会就是让我就跟我在一起，然后帮我带娃，就是那样子。对呀，你妈都能接受，你跟我在谈这，那我怎么跟你谈得拢呢？我们这么多人的直播间，我总不能教你做一个道德败坏的女人吧？你自己看着办，好吧？我话说到这儿，我已经仁至义尽了啊！咱们直播间这么多人，我总不能教你做一个道德败坏的人，你说是不是？好吧，那我自己再想想，谢谢啊。就这样，拜拜。你看，有了一个温柔的警示牌，有了一个脸替，白眼替。我希望我能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主播。2023年，我对自己的期许就是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主播。你们，我在这里跟你费尽9牛2虎之力跟你说，2000个 W 不要去要那个100个 W。我跟你说你又不把2000个 W 给我，是不是？我顶着这么大的压力，这么多的人在这个直播间里挨骂，你嘞？你自己听了以后，表面上跟我说，哎，我其实还是想要正常的生活，最后嘞，闷不吭声的去把那个2000个 W 收了。我不知道是为了个啥，真的是。反正我只尽力啊，
我们就是该说的都说了就完了。那，我说了的抢救不了我就拔管子，我可不能上你们这个当，把屎盆子都扣我脑袋上，我可不上你这个当。人家给他一线城市也买了房啊，老家也买过房啊，有没有2000？有没有2000几百？总是有的吧，对不对？他又没啥生存能力，又没有工作过一天都没工作过，一直都是靠圈养。男的把他圈养的也蛮好，该给的又都给了，该到位的都到位了。他现在他以为自己身家上来了，想去找个年入100万的 hold 不 hold 得住咱？找个年入100万的人家像不像这么付出嘞？他看到的就是别人的自私自利，懂不懂？现在这个年入100万的在他眼里看起来那就叫自私自利，因为他不可能像那个男的那样去给他付出，他心里就会觉得别人都是那么给我付出的，你这都是在干什么呀？他无时无刻他不会这样去比对吗？他必须会这样去比对的，知道吧？这是一种必然。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来下一个。我们这就是一个娘家人直播间啊，我们不连男的啊。Hello， 你好，你好 Hello， 你好蛐蛐，你好，可以听到吗？哎，你说。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职业是主播，然后呢，就是最近就是直播间来了一个也不算大哥吧，就小哥哥，然后呢，他半个月左右给我消费了50个 W， 然后我们当时认识就是没多久的时候，就他过生日，然后我们当时就见面了之后呢，就是在一起了。在一起，然后我现在就是有点拿捏不准跟他相处的度，就是我不太理解他到底对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然后我们也不是一个地方的，到目前为止就见了2次。你还在直播吗？在的。那就接着播呗。这个大哥，你就把他当一个偶然的消费者就好了。然后就是他，但是呢，就是他对我的就是占有欲这种就是蛮强的。然后我以前就是直播间是属于就是大哥比较多的那种类型。然后他一来之后，因为他消费的就是比较猛嘛，然后所有的基本上都是不来了。现在呢，就是那他是不是然后我们还是在两个你的直播间里刷？这个是个重点。是的，那就行了，别的东西你不用管。他走了以后，自然别的大哥就会来。对不对？别的大哥不来，只要他在这刷就没事啊。他不算大哥，就是比我大5岁，就是也是未婚的，就是别想多了啊，咱们就是理智一点啊！不要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啊！不要想着那个彩礼呀，那几台大轿子也那个花边都想好是用啥蕾丝了，别搞这个事儿啊！没有，那没有想到这个，就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我拿捏不好，就是跟他相处的这个尺度。不用拿捏，就是原来是什么样，现在就什么样，不要动，对，不要改，不要变化，就是也不用太在意，就是不要在意很多事情，对，首先就是自己不能上头，你自己上头搞啥都不行了，到时候大哥占有欲上来，不要播了啊，那就不播了吧，那就废了啊，就是控制住自己，然后跟他相处心态放平。是的，就是个消费者，好不好？你现在就是拿了个项目，懂了吗？现在就拿了个项目，只要这个项目正常在结款就好了，不要想那么多，千万别想着嫁给他啊。那就是我现在就是有点不太知道，就是怎么样能够让这段关系的时间拉长。我告诉你，好好直播，他原来认识你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子，你现在就是什么样子，你们这个关系就有往下延续的可能。不要有任何的变化，不要处心积虑的去博取他任何的关注和好感。做自己。对。好，可以，好，明白了。
就最近一直很纠结，然后所以就想上来问你一下，就最近这几天，然后他也老是搞我心态，我就很烦。你举个例子来，什么叫他搞你心态？你举个例子。我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就问他，我说那就是因为刚开始我是没有把我们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男女朋友的关系，我觉得就是直播间的消费者跟我是一个主播的关系。然后后来呢，就是他一直跟我说，就是我们是就是男女朋友的关系。然后那如果他一直这么跟我说，然后我的心里就会有这种认知，然后就很多事情以前我不会介意的，然后他呢就是他希望我去介意，然后就故意就比如说去给别人消费或者是怎么的，然后还截图给我看怎么的，然后就是你听我讲啊，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你要明白，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这场电影当中的一句台词。你像这么去理解这件事儿，懂吗？你给他说的每一句话也是剧本当中的一句台词，就是互相演呗。他说我们是恋爱关系，你说明什么？说明你们俩在这部剧里演的是一对情侣，懂吗？不是你们现实生活中真的是一对情侣，台上台下是不一样的，明白了吗？明白了。你现在拿的不是生活费，是通告费懂了吗？咱们所有的事情啊，首先是把定位定住了，你才能把这个事儿把它搞明白。你定位不定明白，你就我的稀里哗啦稀里糊涂，那最后啥都没了啊。好，我学到了。好的，谢谢曲曲。那我就这个问题了。是不是通告费拿好就完了噻？演的时候好好演，对不对？对得起观众，对得起荧幕，对吧？对得起你的投资人。结束了就回家洗了睡，知道吧？这部剧拍完了，咔嚓了就回家洗了睡就好了，该干嘛干嘛，懂了？必须要有这种玻璃感，虽然说很难，一定很难。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演员他们会在剧中生情呢？对不对？演着是容易动容，对吧？但是没有办法，这个也是你职业素养的一部分。这辈子也许你要演100部剧，也许你能够跟其中的某一个人真的因戏生情，但是你不能见一个爱一个，演一个换一个，明白了没有？什么样的真的因戏生情，他能到你到时候就知道了，要到一个份儿上，懂吗？两个人要到一个份儿上，你能感受到对方在戏外的时候，他依然有那种焦灼，那个东西你感知到了，就说明你们两个人也许可以脱离这幕戏，变成真实的情侣关系。但是没有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依然是戏里边的男一号跟女一号而已啊。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加入粉丝团。没有学习过我们金贵的关系，没有进过金贵的社群，还没有找到组织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大家一个圈圈的入口。想要连麦的宝子先到圈圈里看连麦规则，连麦是送4000个币的礼物，排队连麦啊。下一个，我们直播时间我说了吗？我们每周直播，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儿总不是我的男一号，儿总是我的金主爸爸。Hello， 你好。你好。Hello， 那你说，哎，不要离开哦。Hello。你好，Hello， 能听到吗？你好，说，Hello， 曲曲，那个今天是想要曲曲来骂醒我可能不太清醒的恋爱脑。我先介绍一下我基本的情况，我现在是27、28岁，然后在一线城市，年入100万，100出头一点点。然后我现在的情感状况是有一条主线和一条支线在并行，然后想要做一些抉择。然后我先简单的讲我的主线是已经谈了快4年的一个男朋友，他比我小1岁，然后家庭环境整个家庭的水平比我好，但他个人的
收入啊，包括一些可能各方面的能力没有我强。然后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了，就双方父母见面，并且在正式的推进婚礼这件事情，但被我暂停了。这个时候就是支线的问题。支线的话是我的一个老板，然后我们认识的时间也非常非常长，已经有5-6年了。然后他呢我们当时是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第2天他就告诉我，其实他是围城内的关系，但他这个关系是 like 所有人，就是我们身边的同事，然后包括朋友都不知道的。然后他跟他的那一位其实已经有2年没有住在一起之类的情况，他当时这么跟我讲的。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正好我和我的男朋友出现了比较大的感情的问题，我不想跟他结婚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对我的这个老板非常的上头。然后这个上头的状况维系了大概三个月左右，我就清醒过来了，我就觉得我在干什么，然后我就有重新整理我的这个关系。然后现在的话现在的基本状态是我很清楚我对我这个老板不能有过多的所求，就是可能只是开心就只能开心。然后但是我现在的问题是，我的这个男朋友要往下结婚的话，会面临一些就是我不是很确定他到底是不是那个对的人。基本情况是，首先我来自一个省会城市，然后我们家的条件就是普通家庭，我父母没有办法给我在一线城市有更多的加持跟帮助了，但也不会拖后腿，我只能靠我自己。然后但是我这个男朋友他是江浙的一个就是小富二代吧，家里面其实也就是普通就是做生意的。然后之前我们结婚之前，他父亲非常有诚意的，就是说要买房子啊什么的，都安排得很好。然后当时也的确买了一套上海很好的房子，但是呢也没有写我的名字，我也没有提，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有想好跟他结婚，这个话不能开这个口。而且他们家人一直都是觉得他儿子可能有点高攀我在上海，因为这个男生他之前是美国的研究生，但是回国工作了2年之后决定要创业，然后做了餐饮。26岁，然后做了餐饮，然后上海这2年餐饮又很不好，所以一直没有什么起色。然后我们在一起的后2年的这段时间，基本是我在承担大头的生活经济开支。所以我现在就是不是很确定这种情况，我到底还能不能跟这个男生往下继续走，要结婚了。我没有听到哪个不能的点呢？你现在从头到尾讲的都是能的点，没有听到什么不能的点啊。就是我觉得他自己就是也没有什么，不能的点就在于你现在有点好高骛远，不能的点，你那个知识也没有任何作用，他在这里连个跑龙套的都不算。没有，他还一阵风不带走一片云彩，你这故事跟他有毛关系？因为他当时就是我们刚在一起很上头那段时间，他又很 serious 的去聊扯证这个事儿。但我后来的确也是那段时间我接触到你，看到了你的直播，我那段时间开始疯狂的看你的直播，给自己洗了一个脑，我就清醒了。他这个想呢，只是他想，他没有做，就是没有做。他跟我讲了很多理由，我觉得都只是借口，所以我后来就觉得我现在在情感上是100%喜欢那个人的。我对我男朋友就是我们可能在感情上的沟通啊，包括你别跟我说你还跟那个老板挂着在啊，脑子有点大病啊，你这个脑子有点大病，稍微是有一点，就是想你骂醒我。我就半天没听懂。哎，你那个男朋友从头到尾说的都没毛病，也最大的个毛病无非就是房子没写名字，那么贵的房子不写你名字也可以理解吧？你自己还在那儿风雨飘摇呢，你自己还在那左顾右盼呢，别人还写你名字，别人怎么着？别人把厂子送给你算了，好吧？真是你自己才哪到哪儿呢？最后搞个什么？我到底该怎么办？搞了半天还跟那个老板没搞清楚。而且我那个老板其实是知道，就是他认识我。给你啥了，好不好？给你啥了？来。那个人吗？没有，所以我就说，我就知道没有，我就知道没有，知道吧？但凡像你们这种表述的都是白皮，别扯犊子了，真的是。可能在工作上有些帮助吧，但我觉得那也是靠个人能力，跟他也没什么关系。说得好，知道就好，知道把这话圆回来啊。
哎，但是就是比如说结婚这件事情，我在想，如果我没有那么的喜欢这个人，而且我觉得他个人的能力是没有办法去支撑未来的生活的。小姐呀，你可别再扯犊子了。哎，我要是没有那么喜欢他，你要怎么喜欢他呀？你天天看着他的时候还想找条件更好的，你天天一只眼睛在这边，一只眼睛在那边，你跟他图功能似的，你这怎么能喜欢呀？我这搞不懂了，一只眼睛在这儿，一只眼睛在那儿，你这练的挺一手好功，真的是。哎，你咋喜欢呢？你怎么个喜欢法？人家结婚嘛，不就是过日子的，人家家里条件可以，诚意也足够，两个人一起1+1大于2，这个就是婚姻。你要什么呢？这个是啊，但是假设说，因为他们家庭的关系是他跟他爸爸的关系不是很好，然后这过程中一直就是之前也是要我做很多的沟通的角色，然后我就觉得未来就是可能处理关系啊什么的，自己处理不就行了吗？地主家的傻儿子不是食物链顶端。你不是嫌人家房子没写，我都说了，房子没写名字没事，厂子送给你，是不是？你直接就扛着大旗就进去了，然后你直接跟他爸直接沟通了，你就可以把他撇了，好吧？你以后就走这个路子，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人家爹不是蛮喜欢你吗？不是对你挺好。那人家是亲生的呀，我这个还是你不是跟他是夫妻吗，小姐？亲生的怎么了呢？你是他老婆，你又不是他爸认的义女。哎呦我的妈呀！哎，想跟你那个老板你就跟啊，我们开始拔管子阶段了啊。然后但如果说因为我那个老板之前说他如果扯了证，就他有在逼我分手啊什么的，我当时就觉得我当这儿了，哎呦我的妈呀，完了！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是不是脑子可能不太好，好吧？不要让我看这个狗了。好的，我知道。好了，去。拜拜。好，谢谢，拜拜。我跟你们讲，我看了的，你们是不说废话的。我原来觉得你们废话连篇，我现在发现了，你们不说废话，你们的每一句废话都是你内心的一个幻想，是不是？每一句废话，你都是希望什么呢？你都是希望让我捕捉到这个边缘化信息之后，然后给你心目当中的那个幻想一点支点。你说他跟我说啊，他要扯快乐证，我才不信。说明什么？说明你真的那么想让他扯快乐证跟你好啊？啊，真的是啊，是不是？哎，明知道这男的白屁党，哎，他就开始说，哎呀，可是他现在呀，快乐证又不扯，还对我有占有欲，还要逼着我跟我男朋友分手，想表达什么？我想让我跟你说，那说不定你跟你男朋友分了，他会扯快乐证的呀，他会跟你好的呀，他说不定就要迎娶你的呀，你们就巴不得我跟你们说这种话我能说出来不？啊，我会跟你们讲这种话不？一天天的异想天开，真的是做你的青天白日梦啊！我能把你们个恋爱脑带跑了，那还得了？真是。来，他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角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关注的宝宝左上角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没有学过金贵的关系，没有进过金贵的社群，还没有找到我们组织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大家一个圈圈的入口，要连麦的宝宝是送4000个币的礼物，排队，只连女生不连男生，且连麦之前一定要先熟读连麦规则啊！来下一个，你们那个内心那个小九九，你好，曲曲。Hello， 你好。我现在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了有4个月，然后他比我大20岁。在这个期间我为他夹过一个娃娃，然后最近我发现他4个月你就开始搞这放大招。
然后在这个最近我发现他骗了我，他是在围城内的。然后一开始的话，我们就两个是有结婚的打算，然后我肯定就不干嘛。然后在这个期间，他之前说要帮我还房贷，然后我就要求他现在要分手，然后把这个钱给我，但是我不放心。米，我不放心，因为我觉得他说的话很多太虚假了，然后他就让他的律师过来，就是签了一个协议，然后让我安心。签了啥？签了一个就是要把这个钱给我的东西。什么东西？说来听听。我看一下啊，是签的。就是诽谤名誉这样子的一个啥玩意儿？谁诽谤谁呀？就是他对我呀，然后因为夹了娃娃，然后对我的一个补偿这样子的一个协议。你找律师看过吗？这玩意儿有法律效应吗？看过。你的律师看过？然后人咋说呀？然后说是他就是还拿了他公司做那个就是算抵押或者什么东西，然后股份呢这样子签的。你是确确实实你自己找律师帮你看过，这个是可以操作的是吗？是的，因为没有其他办法，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其他办法能够形成这样子的一个法律的东西。然后呢？然后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他好像就是不愿意放手，还让我继续跟他身边做他的一个新的项目。米给了呀，什么怎么办呀？先把米给了呀。对，就是看在下个月之前，因为时间的时效是在下个月3月之前，然后把这个钱会给我。现在想那么多干什么呀？你先让他把米给了，他不给米，你还得诉他呢。你现在就开始想你们俩关系干嘛了？你们俩有啥关系啊？米都没给。是的，这时间漫长的很，你以为这么简单？现在就是他也想让我继续就是赚点钱，生活好过一点嘛。但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一直会有联系。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一些鬼话，好不好啊？没说这些没用的鬼话，米都没看着。他前面4个月给你付出多少了？100个。他合同里面写的多少？合同里面写的就是200。200就是下个月给，对吧？你说一切东西，这个米给了再聊，要不然没有什么聊的空间。好吧。好，就是他在给了钱过后，然后再可以聊其他的嘛。再聊别的。你多大？我98的。他多大？20岁。他48。他啥身家规模？几千个吧。也没几个钱。老板级别也不高。你先把200拿了再说吧，好不好？200拿了再说吧。你就说你要出去读个书，你先把这个米拿了，然后去提升一下学位，然后出去见见世界。你跟他呢保持一个联系，但是一切的一切，我跟你说的这所有东西要基于200到手，好吧？在此之前不要跟他和好，我不建议你跟他和好啊，和好这个200就没了啊。肯定的。好，谢谢曲曲。他也不可能跟他老婆离婚，应该。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呢，是不是又来了呢？你们呀，真的是没一句废话啊，没一句废话，不扯犊子行不行？不扯犊子啊，不要幻想啊，掐灭自己的幻觉啊。好嘞。拜拜。好，谢谢曲曲。因为他们怕什么呢？怕说，你说他会不会跟他家里扯快乐证？他怕这样问我被我骂，所以呢，他们换一种说法，是吧？换一种，他应该不会跟他家里那位扯快乐证。他们换一
一种说法来跟我聊，觉得这样子这个被骂的风险是不是稍微低一点？哎，是吧？你看我是不是把你们看得蛮透彻？哎，你们每天想着在这怎么对付我干嘛？有这个脑子去对付别人，去对付他们，好吧？你们每天在这想着怎么对付我，哎，怎么在跟蛐蛐连麦的时候能被他少骂2句？我怎么表达能够让他觉得其实我也没有那么蠢呢？何必呢？啊？努力了半天，努力了个寂寞。哎，那个新出的那个未婚生子那个东西一直都是合法的呀，我跟你们讲，那个东西其实一直都是被允许的。女的自己要生娃一直都是被允许的，只是说以前没有这么明确的把它拿出来说而已。一直都是可以的，这个条款不是现在才有的，是从来都有的。就是说非婚生的子女也一样的是可以去做登记的，知道吗？我跟你们讲，以前都是那些女的为了骗那些男的扯证，然后说哎呀这样子的话孩子不能上户口了，骗那男的扯证，然后说孩子不能上，其实都可以，一直都可以，不是现在才可以的，只是他现在特意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是可以的，他故意把这个事儿拿出来说了一下，但是其实这个东西一直都是可以的，知道吗？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啊。搞那么大个轩然大波，搞得好像蛮新鲜个事儿一样，不是个什么新鲜事儿，一直都是可以的啊。来，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没有看过金贵的关系，没有进过金贵的社群，还没有找到我们组织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跟大家给一个圈圈的入口。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连麦的宝宝送4000个币的礼物，排队连麦，不连男生啊，只连女生。来下一个。对，我戴美瞳了呀，我一直都戴美瞳，只不过之前戴的是黑的，现在戴的是棕的。Hello， 你好。拈花可乐，你好。你好。拈花可乐，说话，听得到吗？我挂喽。挂喽。但是我跟你们讲，我戴这种颜色很合适，但是我戴这种颜色就会显得更成熟一些。戴黑的呢，就稍微会把我那个成熟的气质往下压一压，知道吧？所以我之前就一直戴黑的。下一个来。私生子有继承权，但问题是他的爹可以写遗嘱，可以写遗嘱不给他继承。Hello， 区区，哎，你好，区区，听得见吗？听得到。我第一次连你的麦啊，我先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不到半年，然后我男朋友呢，他就是各方面都挺优秀的，然后学历也很高，然后长得也不错，然后呢，他也有自己的公司上市了。然后我们俩在一起呢，就是他以前是我客户，然后我们之前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然后他就是有一天他就约我出去表白了，然后后面我们交往以后，他也跟我说过，他说当时跟我在一起是因为看上了，就是我长得比较好看，可能他觉得，然后呢，后面他就是发现我就是在生活中就蛮会照顾人的，就是他以前交的女朋友的话，可能都是那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就可能脾气比较大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两个之间就是就是差的有点远，就是他的学历啊，还有他的背景各方面，所以呢，我一开始就没有觉得我们两个可能会奔着领那个本去的。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找一个人谈恋爱，我可能不是会说就是真的就是简简单单谈恋爱，我说起码是要让我有点就是可图的吧。然后后面他就听明白我的意思了，他就说他每个月会让他公司的那个财
物，然后打米到我的公户上，然后是每个月给我打6W。然后呢，他平时工作也比较忙，然后我们也比较少见面。但是过了到2个多月的时候，他就是问我有没有自己想要做的一些事，然后就是他现在给我就是打了20个 W 到现在，然后我现在做了4个多月的公司，就是20个 W 不多，就钱很少，但是就是本身他承诺给我自己的这一份上就没有了。就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是我自己想太多，还是就是我觉得他好像就之前给我打那6W 就是完全给我自己零花，我还是有去工作的，但是他现在就是直接把这个米打到现在的这个创业公司的话，我是花不着的，我每个月是没有收入的，并且的话他给我私人的那部分也是没有了，而且他打在现在公司里的米也不是很多。你跟他聊过吗？我没跟他聊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每次跟他说我没有米的时候，他就会说那过几天让财务给你打，但是他就是打。对，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就是他觉得每个月，因为本身就没多少，就花了的话可能就不够用了。不够用你再找他要啊，他就再往你公户打呀，那你总得把这个流程跑通啊。但他现在会说了，他说就好像以前我叫他给我就送礼物买包什么，他就说我不是已经给你米了吗？你自己可以去买呀，对不对？然后现在的话他就会说让我省点花，我就想说我现在都没收入，就完全因为我现在在做这个公司，然后我也没办法出去工作了，就很忙。你这个公司赚米吗？是干啥的公司啊？现在还没赚米，我们也是在搞那个互联网这一块儿。是这样啊，你用从这个公司给自己开工资出来不就好了吗？是开，但是我自己开的不多，因为我确实是真真实实在在做这个公司，我不想就是去乱花。那他给你，他就只想给这么多，要不就给你当零花，要不就给你搞公司，他就这么多。你自己要把这个配额把它分配好啊。你不能说，就是那你给我的米，我就想用来搞公司，我不想拿来自己花，我再来跟你想办法。可是他愿意给你花的额度现在就这么多啊，你就把你要么就把公司关了，你就都拿着自己花，对不对？你要么就开着公司一边用一半也可以，你要么就自己别用了，你就光可着公司搞，你就是这样。你一点成绩也没做出来，这个男的他愿意给你花的就是这么多明着的明账。就是我现在就是不要再就是单独找他要了，然后就花公司的。哎呀，你本来他就是这个意思，他就是这个，我告诉你啊，因为他也不方便从公账往私账走。明白吗？所以他从公账往公账走，因为他也不方便从公账往私账走，对吧？你就在你自己的公司给自己的职位开一个月开3万，开5万，你自己开就好了。就因为我当时就是我没有就是开这个公司的时候，我自己是弄房地产的，所以我每个月的话，我能就是自己还就是也能挣几个 W， 然后我现在弄了这个创业公司，然后他就是所有钱都是拿来做公司的开支，就是我自己的就是固定的开支，我自己都，就是那就给自己一个时间线嘛，对不对？比如说，我跟这个人在一起半年，我的公司要有盈利，那么这个公司我就继续做。如果说半年这个公司不能盈利了，我就不做这个了，我就回去做我的老本行，他给我的我就全部当生活费。你也不能说一个公司不挣钱，你一直扑在里面搞吧。就是这段时间，反正我就自己先弄这公司，不要想太多，是吧？对呀，还有你要趁着现在盘子还在，再出去吸纳点新的投资，好吧？没时间呢。怎么没时间呢？因为现在这公司太多事儿了，从早忙到晚的。怎么那么忙没赚钱呢？
我不懂啊，这么忙不赚钱。我们因为我们公司员工其他号就是在做视频，然后就是得时间嘛，不可能一发视频就爆了嘛。你们公司现在几个人呢？我们公司现在有6个。他一共给了你多少钱啊？就是打到我这边户上的有50多个吧。50多个 W， 你还养6个人，你就自己一个人请一个人，2个人搞可以了噻，搞这么多人干什么呢？我们好几个号，你们都没有盈利，你们有什么东西吗？搞那么多人干什么呀？你是做慈善的，养那么多人？对，现在就是纯发工资，我自己就是没给自己发。跟我一个朋友一样的，我一个朋友也是的，他也是的，他还没开始搞事儿呢，先招了20个员工。我说你这是干？他们出去搞年会的时候，比我们公司规模还大。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妈还跑来问我，因为他们那个公司做的好好呀，怎么那么多人？我说这是干嘛？出去打架吗？比谁人多？没有，因为我们一开始是搞那个女装带货的，然后有2个号在做，所以就人就是得要这么多，不然忙不过来。忙要产生收益，知道吧？哎，可能我跟你们概念不一样。如果像你们这样搞的话，你就得出去吸纳投资，懂吗？因为你现在这个盘子，你再出去找投资人，你释放一点股份出去，你说你再跟我投个200万干嘛的？你现在不能这样，你这搞个亏盘子在这搞，你们这里头又没有成功案例，这怎么搞得起来呢？你这不是扯犊子吗？关键他又我这边是有朋友要给我投，但是他又不愿意别人就是需要他愿意，你是公司老板，要他愿意，搞笑。那公司都要垮了，还管他愿不愿意？行，好，我知道了，谢谢，哎，搞笑些，他又不给米，给的那点米都不够喝水，都不够塞牙缝的。你出去吸纳投资，别人愿意投，他还不让别人投，那就让他同等投进来嘛，对不对？我现在需要钱，别人愿意投200，你投不投？你不投，我就让别人投，这不是蛮简单的一个事情？你不是让我做公司吗？那我就做给你看咯。公有公的疗法，对吧？做公司有做公司的疗法。我在这里跟你谈怎么做事儿，怎么谈利润，你跟我谈感情。我总跟你们说的，这不牛头不对马嘴。我跟你谈钱，你跟我谈感情；我跟你谈感情，你跟我谈别的。妈，天天的，我跟你扯这，你跟我扯那。真的，我有个闺蜜就是的，蛮搞笑。她也是男朋友给她资源，给她起了个盘子。她一起盘子，我靠，公司乌泱泱的搞了一堆员工。我说你挣米吗？不挣，都是亏的，都在花。我妈还跑来问我说：“你看，人家比你搞得晚那么多，你看人家这个规模。”我说：“感觉我们就像个打杂的，知道吗？我们就像个作坊。”就是你们这些人把风评都搞差了，钱都不挣，搞那么大个团队，看得吓死个人。跟榜几连麦没有关系啊，亲爱的，只要是你送了4000个币的礼物，就可以排队连麦了，但是要排着。排到你了就到你了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我们公司几个人，我跟你讲，我们公司直到2022年过完，就是2022年过完的时候，我们的团队都不超过10个人。都是我们这2023又加了人，因为我是那种我要在我还跟你们讲过了的，我这个人的经营理念是什么？可能有的人觉得我这种理念做不了什么超级帝国的生意吧，但是我的经营理念就是这样的。你们看，我原来刚开始到上海的时候，我租那个房子该破吧，我租那个房子5000块一个月，然后好多人都说一个你住的这个房子这么破，你还天天讲。我跟你们讲，那个时候我手上上百万的流动资金肯定还是有的，但是呢，我这个人是这样的，我是在哪儿挣的米我就花哪儿。就是我要在这个项目上挣的米，我才会投到这个项目里。
我不可能从别的项目里的米挪到这个项目里来用，然后让这个项目看这个项目做得起来还是做不起来。我不是这种人，我就是以前不管我有多少，我要把它封死，那个米我是不动的。我现在要起一个新项目，我必须要在这个新项目里面看到利润，我才会把这个利润拿去放大我的业务。我是这种人，我是这种人，知道吧？我们公司来的商务干嘛的，刚开始来的时候就一来就开始跟我谈，我们要投多少啊，然后怎么搞多少新的流量，这个那个。我说你原有流量消化完了吗？我说你现在的变现做到极致了吗？你就跟我谈投钱。我是不搞这套逻辑的，必须是在这个东西上形成了利润我才会投下来，要不然我是不会投的，知道吧？我1分钱都不会投的。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曲曲。哎，你好。听得到吗？听得到，你说。听得到吗？能不？你好，曲曲。你说。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我就是45岁，在3线城市嘛，然后在围城内和我围城内的同学在一起1年了。我的认知呢有问题，我从来不会主动问他要过米啊什么东西的，都是他主动给的，都是一些化妆品啊，还有什么保健品啊之类的。然后米的转账嘛，前后一共也就2W 多吧。那他呢是在1线城市做建筑的，在一起1年了，也就见面嘛，也就见过7、8次吧。平常呢，在每天视频聊天中呢，他也会有一些画饼的这个承诺，但是说过以后呢，就不会去兑现。我呢也不好意思去提醒他。然后之前呢说给我买这个手机嘛，然后就是说了以后就没动静了，我也不好意思去提醒他。那昨晚呢我就和他聊天了嘛，我就去质问他，然后问他有什么来给我来的嘛，给后面你说呀。然后原来就是不是跟他说这个手机这事情嘛，他就质问他了，以后呢，他最后就给了米给我转账的，这个米给我转账了。然后昨晚和他这个聊天嘛，我就问他这个以前的所有的这个画饼的这个承诺啊，你老是不兑现，我就表示有情绪了。然后他就跟我打太极，就不谈到这个本质上的这个问题，他在边缘就是绕来绕去，然后我就不理他了。然后他呢还是每天还是早上就是一如既往的就是问候啊什么的，但是我就懒得理他了，他跟我视频就不想跟他视频了，就这么个情况。你的问题。我就想请求一下，你这个怎么就是和他继续相处，还怎么把这个利益最大化？他啥水平啊？他啥身家水平？什么？他什么身家水平？做什么的？他是在1线城市做这个建筑的。他身价嘛，估计在我们这个，他这个上海呢也是有房子的，在我们自己的城市呢，他有别墅，也有几套，还有房子。他自己开的车子嘛，应该是奥迪啊，还有奔驰啊，有3辆。有3辆。
我就是10W 吧，我在3线城市。你在3线，你们俩平时见面的频率有多高呢？我们平常见面也就是大概一个月一次左右吧。1个月见一次，那见面频率也很低。平常发信息呢？信息每天都发的，每天都视频的，每天都问候的。那个小姐姐，首先啊，第一件事儿，你一定要先去学习一下我们的教科书啊，金贵的关系，首先要学习一下，知道吧？我就是看了金贵关系，我才跟你连麦的。你学没学懂，对不对？为什么呢？没学懂。因为首先啊，男的只要承诺了的东西，我们肯定是会怼在后面让他兑现的。你在跟我连麦的前3分钟里，起码提了有5次，我也不好意思提，我也不好意思说，对吧？你这个不好意思，那他自然而然的他就这个事儿他就没了，这个是正常的，这在我们的教科书里头都是反复给大家说过了的，对吧？所以在他想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就要怼在后面弄了。什么时候给我呀？你说要给我手机的呢，你怎么还没给我呀？我在等呢，对吧？这个东西要跟上，你的情绪要往后面跟，这个东西才下得来。还有就是你要对他有一个预期，就是说我大概每个月我希望这个人能跟我付出多少，那么我每个月或者说我每2个月每3个月我就要有一个这个额度的诉求抛出来。你们这样的关系，你们这样的一个年纪吧，程度，你说让他为你付出很多不现实，但是呢你也要有一个大概预期，比如说我1年希望他能够付出的程度跟我的收入齐平，那这个就是一个还比较合理的一个诉求，就是你1年挣10几个，你希望他1年也能为你花10几个，那这个相对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不是一个无理的诉求。基于这个诉求之上，你再去想怎么去拆分这个诉求。我10几万，我要通过什么口子把它这个口开出来？小孩的学费，我最近房子漏水了我自己想学个普拉提，对吧？或者说哎呀，我说最近好长时间没有见你，然后呢我也想给你买点什么东西表达一下我的心意，给他买的时候顺便给自己搞2件。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要有这样的口子，最终1年下来你要把这个10几个 W 的这个米给它拼出来，然后到了一个时间节点就要想办法的去薅。他只要答应了，不管是他主动说的还是你主动提的，他只要答应了，那么后面1周的时间，那么你就围绕着这个主题，每次聊天的时候聊得开心了，夸就要把这个事儿抛出来聊一聊，不能让他有回避的、逃避的或者说装傻的空间。他就是现在就是逃避，在装傻。不，因为你也不说呀，你是站着要你是犯了所有的女生10个里面有9个女生都会犯的一个毛病要么就是不说，一说就是生气了，你们没有中间地带，懂吗？他跟我暗示过，他说不喜欢女人直接要，他说我想给的我自然会给你，要是不重要他当然会这么说啦，他给了吗？可问题是，对不对？我们说语言是为什么服务的？你看了金贵，你告诉我语言是为什么服务的？你这辈子这么大了，你搞个差生。语言是为目的服务的，他说什么是围绕着他的目的来表达的语言，所以我们的语言也要围绕我们的目的做服务。如果我因为他的语言然后就搁置了我的目的，那你这场仗肯定是打不赢的呀。哎呦妈妈，就曲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都糊涂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了。我说了嘛，该要，该提，该哄，该骗。他说什么都不重要。今天不行，明天再说，对不对？这个要求不行，我再换个别的，对吧？实在是搞不动了，我就放弃了，我就换人了。我就是昨天晚上跟他提了这个事情嘛，他就跟我打太极了，他就在边缘，就是不。哎呀，我都告诉你了，他手机米是不是给你了嘛？一次只能达成一个诉求，
你在要手机的时候提别的东西在这翻旧账，有什么用呢？他能够一次性把前面的都给你吗？每一步都要做对，每一次开口都要在时间和态度上拿捏住。那么你每一次的开口都要增加你开口能够到手的概率。而不是说你就积攒到了最后一刻，我心里好多怒火。上次跟我说那盆花没给我买，然后第二天跟我说那个手机没给我买，第三天跟我说的这没给我买，美容院的没给我买，结果到了最后那一瞬间，我要手机的时候，他把手机迷转了。好，我开始，你看你上次这也没给我，那个没给，有什么用呢？他一次只能达成你一个诉求，他手机给你转了，你就应该干嘛？你就应该说，哎呀，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说话不算话的人。知道吧？你就应该说，哎呀，我好开心啊！我还以为你不给我买了，果然你不是那种说话不算话的人，果然我没有选错人，果然我没有看错人，是这样的。东西给了就要给情绪价值，你这样才能铺垫你下一次。好的，好，就这样，拜拜。好，谢谢啊。插声，好好下去学习一下，不要搞盗版啊！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大家不要搞盗版，你们在那个正版的社群里头，个那一个脑子都顶10个用。你们的正版社群里的那些小姐姐是不是一个脑子都顶10个用？你们自己问，你们自己扪心自问一下，不要光是看自己本来就几十年走的个路子都是不对的，几十年都是走的个歪路子，都没搞到米，然后你自己学个教材，学的跟你自己原来的认知完全不一样。你从哪个点去切，你哪个地方做错了，你也不知道，对吧？多交流，你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多交流，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们这个是什么套路在要男的怎么样，我告诉你不是的，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关系双向共生的方式。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你看两个人呐，两个人的关系是什么？是我给你你想要的，你给我我想要的，这个关系才能继续往下延续，对吧？可是他没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去引导对方给他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会在这段关系里感受不平衡。他一旦不平衡了，他就想结束这段关系。但是结束这段关系是最优解吗？结束这段关系不是最优解，让这段关系双向愉快的继续才是最优解，对吧？我在所有的这个开口的过程当中，实则是引导你给予我想要的，因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能更好的给你你想要的。关系的本质是交换，对不对？所以你不把这个事儿做好，你也不平衡，他也不平衡。有的男的就是我给你看手机的米转了，结果呢还被你一顿念，还要被你说我这不给那不给，这没搞那没搞，对吧？他这个手机的米转的爽不爽呢？他也不爽。他不爽了，他也会给你减分。你在给他减分的同时，他也在给你减分。有时候他不是不愿意付出，他是希望他在付出的时候能够享受当大爷的感觉，这样的话就有助于他下一次付出更多。要不然那些男的为什么他愿意到洗脚的地方去充值呢？他愿意到吃饭的地方去充值呢？对吧？他为什么在你这儿他就不充值呢？考不考虑这个问题？是不是？是你说人挣米，他不就是用来花的吗？他花这儿也是花，花那儿也是花。他愿意去洗脚，愿意去洗桑拿，他就是不在你这花。因为什么？花了一次，花的不爽，下次就不想来了，是不是的？我经历了什么让我这么清醒？我当然什么也没有经历过，纯靠脑子开光的呀。你们经历了那么多，你们也不清醒啊？这不是我经历了什么，我啥也没经历，我纯靠天赋异禀，脑子开光，好吧？没有关注的左上角点个关注啊！你们不要指望你们可以靠经历跟我一样清醒，我这种是天赋。没有关注的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没有学习过金贵的关系，没有进过金贵的社群，没有找到组织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大家一个圈圈的入口。然后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连麦的宝宝送4000个币的礼物，排队连麦，不连男生啊！来下一个。对，啥也没经历过，一场恋爱没谈过，全网无前任啊！你们给我统一口径，下次万一我又遇到一个新的榜一大哥，你们知道怎么说了吧？榜一大哥问我们曲谈过几个男朋友。
有你们知道怎么说了吧？全网无前任，全靠天赋异禀啊！Hello， 你好，你好，你好，拈花可乐。哎，你好，你好，曲曲，你好，我是你们金贵的学员。有回音，哎，重新连一下，有回音啊，有回音。对，我都是跟你们谈恋爱呢，你们就是我的恋爱对象，我跟我的事业谈恋爱。小爸爸没有结束，小爸爸还没开始。小爸爸离我太远了，我有点行动路径受阻啊，真的是。主要咱现在挣的也不少，你知道吧？我要但凡挣少点，我飞英国去了。主要现在咱实在是，你说这挣的吧，也这不咋少，是不是？哎呀 ，Hello， 你好，哎，你说 ，Hello， 现在心情还好了，是不是？你好，哎，你说，我是你们金贵的学员，然后很后悔啊，认识你很晚，然后加入我们团队也非常的晚。我现在是这样，我是单身，然后带着个孩子。我在深圳嘛，一线城市，然后我的是拿固定工资的，加上奖金，一年差不多有个100多200，这样就勉强能够把孩子养活吧。但是以我现在这个条件呢，因为想换一个更好的工作，高管的工作其实已经不是很好换了，这个职业是发展一个瓶颈期。正好我有一个以前的同学，就是我们读 MBA 的同学，他呢创业做了一家公司，他年纪比我小，而且还蛮多的，他并不是一个多有钱的二代啊，就是家里可能整个的身家也就是2个3个左右的小目标，但是他自己本身是比较能干的，就自己创业做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话，目前最后一轮融资差不多5个多亿左右的估值吧，就大概一个这样子的情况。正好他的这个业务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期，我这边呢又有一些人脉和资源，他就过来找我，就想让我加入他们一起共同业务合作发展。我想了想，反正我在这边也没有特别多的一个发展的前景了，已经到了天花板了，所以就从以前的公司辞职出来，跟他一起来做创业。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有一点点小暧昧，大家谁也没有说破他，就只是说言语上面有那么一点相互的喜欢，就是这种相互的好感和喜欢。然后因为我在买2套的时候，因为深圳这个房子买2套的这个就基本上需要全款吧，那我一时一下子也凑不出那么多的米来，他就第2天就很主动的拿了一大行李袋的现米100个，拿了100个的现米拎过来的，对，土豪做派，这属于。我说我给你写一个借条，他说不用，我们这种关系，这么好的关系还用得着写借条吗？不用写。然后呢，反正我因为我需要嘛，所以我就接了之后呢，后面包括后来装修啊、房子什么的，他也很积极的就给我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的帮助。然后后来时间久了，就是慢慢的在一起，今天在一起，我就发现他其实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扯快乐症，然后我就发现他其实有一个女朋友，大概相处了2-3年，而且也是一个比他大很多的女朋友，条件一般啊，做那种做销售的，就到处忽悠他，到处投股权的那种，两个人可能关系还是相当的好。他因为这个女的呢，也就是最近他已经把快乐症扯掉了，就有我们在一起就这样子的相处了有一段时间之后，因为他女朋友的事情，我开始有了一点点的小的心思，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2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比我小嘛，他也比我小，而且想蛮多的，我就觉得不太可能。然后我因为有他这个女朋友呢，我就觉得好像我们是不是也有一点可能，因为那个女孩跟我差不多大，但是人家一直是单身着嘛。
然后这样子的话，我就借了一次机会，就是他跟他女朋友在工作期间出差的时候，利用工作之便约会吧，我就发了个脾气，我说你这个好好工作，为什么不好好工作啊？然后你还要谈恋爱，接工作谈恋爱然后我就没有搭理他了。然后后来呢，他就过了2天，他就跟我联系说：“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应该就是普通朋友该管的事情吗？”然后就跟我挑明了这个关系。挑明了之后，我们也就其实就挺顺理成章。这不是应该就是普通朋友该管的事情吗？然后就跟我挑明了这个关系。挑明了之后，我们也就其实就挺顺理成章的就在一起了嘛。但是这个之后呢，他也就把公司啊，包括他自己的个人的财务卡账户啊，都交给我，让我去帮他管理。然后，所以其实这么好了有个2-3个月左右吧，可能都不到2-3个月。慢慢的他就开始有后撤，他其实有在后撤，就经常会说：“哎呀，我是个宅男，我不能这样。你看看我这边。”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扯快乐证，说我这边那个又还没有扯快乐证，我那边还有女朋友，我是想跟我女朋友这个好好在一起的，我们将来还想再生一个娃。如果我这样子一直跟你有这种关系，我就不可能有一个很好的自己的生活，就始终会跟我讲这种事情。但其实对我来说，我没有想再进入婚姻啊，我不想再结婚啊，我只是想能够赚更多一点的钱，给自己孩子一个很好的生活，然后有一个就是长期稳定的关系就好了。你有多少女人跟我有毛关系啊？我根本不在乎，好不好？但是我就跟他说，你只要不跟我说，然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这个事情我就当它不存在，我不管你外面有多少人。尽快提问啊！然后这样子的话，他就一直就是经常会跟我说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不能在一起，我希望能够回到从前，就表示就想跟我要分开，然后就弄得我心态非常的崩，就是现在我们就处于这种一直心态属于很崩的时候，很崩溃的时候，就是他一边要来找我，然后一边呢要跟我说我们不能在一起。他每次跟你讲这些话的时候，你都是什么态度？我的态度刚开始其实还蛮好的，刚开始的话我就是说我们考虑一个更好的方式嘛，你说你不想在一起可以啊，我们就还做很好的朋友也可以呀，知己也可以呀，没有关系呀。然后但是呢过段时间我们2个又到一起去了，然后他又来跟我说一遍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后面到后来到现在我的心态我就崩掉了。瓜，我跟你说，你这个问题就是管住你自己，知道吧？管住你自己，你不跟这个男的好，你们俩的事业也一样可以进行。你们俩的事业的进行跟你跟这个男的的感情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跟这个男的的感情不仅不助力于你们俩的事业，而且还会让你们这个关系发生波动，发生内耗，还会影响到你们俩的事业。实际上你跟他的这层关系是在给你们2个人的共同绑定做减分题，你自己首先要搞明白这一点。就觉得也很内耗，但是我好像又没有办法从这里面没有办法，其实你就是可以有办法的，但是呢你每次呢你又是还是有点既要又要的贪婪，知道吧？你又觉得哎呀我跟这个男的要是有那种感情关联或者怎么样的话，那我不是我们2个人这个帝国能更大或者怎么样，其实这是不对的。显而易见是在这段关系里他极其的需要那个女人，你懂吗？他在情感上非常需要他那个女人，情感上的依赖。但是他跟你这个不清不楚呢，完全是属于男人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他是这么个概念。他又哎呀那个挠抓心挠肝的想玩，想要去尝这个心，但是呢他内心的情感归宿在什么地方他自己很清楚。但是你在跟他的这个不清不楚当中，完全对于你们的事业关系是一种消耗，因为你会内耗进去。所以我是不建议你跟这个男的这样子的，其实就是你一个人可以说了算的。只要他找你就说我们2个人现在就是单纯的事业伙伴关系，要不然的话我觉得我们2个人都会受到伤害，他也会受到伤害，我们3个人都会受到伤害。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还是控制住自己，坚定一点，好好的把我们的事业做好。这是你应该表态的。刚开始的时候我比较理性，是这样子的，但是其实纠缠了1年多，就越来越不理性。你换个人去纠缠，懂吗？纠缠你也要找个性价比高的，你不要搞这种赔本的买卖在这纠缠。你要知道，这个人可是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事业帮助的人，你去跟他纠缠这个事情，到时候啊，如果那个女生逼着他去2择1，让你出局的时候，你就很难看了。你还得祈祷那个女的不是个狠角色，你懂吗？你要祈祷那个女的不是个狠角色。如果那个女的是个狠角色，到时候她逼着这个男的让你出局的时候，你就很难看了。这应该不至于，因为我在公司你不要往怀里作揖哦，你不要往怀里作揖哦，你不要往怀里作揖哦。他不想给你搞了，他就不给你搞了。你有股权就有你的股权呗，那你就自己搞呗。行，我知道了。这其实是不应该再继续纠缠下去的，是不是？是的，这个情感关系对于你是减分项，好吧？好的，好，谢谢。拜拜。我都能理解，但是我跟你们讲，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我常常跟你们说的一个词，叫妇人之仁，你知道吗？女人就是这样的。女人为什么老是喜欢走 Z 字形？为什么自己的人生总是在走 Z 字形，不走1字形？就是这样。搞事业的时候要去搞感情，搞感情的时候又去搞事业，然后呢也分不清孰轻孰重，在这个烂的纠缠到一坨像浆糊一样的关系里，然后他把他自己的个脑子彻底的搞死机了，搞宕机了，就是这样，不能这样的。我跟你们说，什么是妇人之仁？妇人之仁最大的一个不够狠的地方，其实就是对自己不够狠，就是对自己不够狠。因为牵扯精力的人是你，懂吗？被这个不应该的情感关系牵扯精力的人是你，损害利益的人是你。因为这个东西牵扯了你的精力，损害了你的利益，所以你就是要自己壮士断腕，明白吗？壮士断腕，你要把它断掉，这样你才能够把你那个主线发展好。要不然你一天到晚纠缠在这个情情爱爱的这个状态里头的时候，到最后你这个事业肯定是稀巴烂，100%稀巴烂。我跟你们讲，我这个人就是我跟你们讲过了的，为什么我会把感情的东西看得很清晰，是因为我太容易受到这个东西的波动了。我是因为我太重感情了，所以我才去研究男人的，明白吗？因为我太重视这个东西了，所以导致我认为我就是感情，就是我要壮士断腕的那个腕，就是这样。因为它会影响到我所有的东西，它会影响到我对于我的事业的专注，以及我对我自己的那种能量的培养培植，它会影响到我所有的这个东西。所以我明知道我贪恋这个东西，我明知道我非常的渴望这个东西，我越是渴望越是贪恋，我就越是要把它搞得明明白白，搞得透透彻彻，完了以后壮士断腕。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我的状态。那没有办法，那我们本来就是我跟大家说了的，我们本来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是一无所有，我们本来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就是一无所有。人家是3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创造一个帝国，对吧？可是我们上面是没有的，所以那我怎么办呢？我要想凭我自己的一己之力，然后在这个社会上面，在这个世界上面寻求到我自己的版图，我怎么办呢？我还精力不聚焦，我还要被这些七的八的东西牵扯精力，那我不是更输得更惨，对吧？再爱也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讲，越是这样，不要戒妇人之仁，真的要戒妇人之仁。来下一个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没有看过金贵的关系，没有进过金贵的社群，没有找到我们组织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跟你们给一个圈圈的入口。想要连麦的宝宝送4000个币的礼物排队啊！
送了以后你就排上来等着就可以了。我不哭，我有啥好哭的？我每一次我都会觉得我自己的心脏长得越来越大了，长得越来越大了。我跟大家说，就是一定做人就是有牺牲的。我们不是那种说你又不是生在罗马，对吧？做人就是有牺牲，你想成事儿你就得有牺牲。不管你是想搞男的还是想搞事业，想成事儿你就要有牺牲。你不要说哎呀我这样多痛苦那样多累，这个累这个痛苦就是你为了获取你最想要的那个东西的一重牺牲。我最难走出来的就是1年半吧，1年半，那就是大彻大悟，大彻大悟，是吧？好好的自省，好好的自我觉察，然后大彻大悟。为什么男人可以一边搞感情一边搞事业？谁是一边搞感情一边搞事业的呀？你告诉我。哪个男人是一边搞感情一边搞事业的呀？王石吗？谁是一边搞感情一边搞事业的来？要么就是他们先搞了事业，要不然就是他们用感情包装的糖衣在搞事业。Hello， 你好。Hello， 你好，灿灿。哎，你好，你好。哎，你好，你说。哎，你好，哎，曲曲。不好意思，我刚听到，连到我了。哎，那个，我是有个这样的问题，就是现在呢，我和我先生的收入是归我来管，然后呢。但是我收入比我先生要多一些，我大概年入150，然后他的话大概20左右，然后但是我们会有一些投资，大概还能拿到每个月10W 吧，然后现在是，哎呀，我就是总是舍不得花钱怎么办？然后你的问题是我太节约了怎么办？我帮你花。其实我赚的也不少，然后也很会投资，很会理财。我赚点钱就想买房子，然后就买一套房，赚点钱就买套房，然后凑钱交个首付。但是我真的就是那也没毛病啊。不，但是就只赚不花那种。那你是感到痛苦了吗？你因为不花钱感到痛苦了吗？还是什么意思？还是在什么生活场景里让你突然觉得这样不好？就是因为看了你的直播呀，然后那些姑娘们不都是买包啊、买表呀、买车呀，或者是就是消费嘛？no， 这个是动作，这个不是动机，这个也不是目的。买包、买表、买车，那他们要不然就是为了包装自己，要不然就是为了跻身更高的圈层，要不然就是在社交的时候需要社交名片。你现在问这个问题，必须是基于你内心当中的一种困惑、纠结、内耗，你来问我。你没有这个东西，你光是看走形式，我要花米，这个形式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就是觉得自己有点苦逼嘛，把钱全都赚完了之后都攒起来了，然后再一个的话不是要消费出去，然后这样的话怎么说呢，就是让我老公能对我多一点的付出。不是你挣的比他多吗？对，但是钱都是在我这儿管，
然后呢，你挣的比他多，钱在你这儿管，人家拿啥给你付出？还要付出啥？给你喝血，好吧？给你吃肉，给你喝血，啥意思啊？那怎么办呀？我现在这个该不该买呀？我该不该换车？上一个连麦的主题叫妇人之仁，这个连麦的主题叫庸人自扰。我还会这个成语啊？你们有毛病啊？啊，有啥毛病？这是？哎呦，那咋整啊？那我就现在开一个大概50个 W 的车，奔驰。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我理解的啊，我们可以探讨一下。我说的这段话不一定对啊，我想探讨一下，就是当你去买那些奢侈品的时候，或者买那些消费品的时候，你内心是不是会感觉到很痛苦？有的时候会，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开心啊。那么呢，就是很简单，就是买这个东西啊，咱们就只在自己感到开心的时候买。也不用逼着自己去买，对吧？我今天如果我想一想，我这个米花出去了，我会不会开心？我开心我就花，我不开心我就不花。我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我想到我想问的那个主题了，是因为2年前吧，大概2年前，我先生被我抓到点事情，然后我当时就挺痛苦的，然后就说让他给我买戒指啊，还有买那个爱马仕，然后他也都同意了。其实他给我花钱他是舍得的，就我想买什么他是都愿意的。然后我就觉得自己有点怎么说呢，就是亏得慌，就是心里边就感觉自己特别委屈。你的委屈是来源于你自己。你要节约，那么没人让你节约，你自己要节约。这不是你自己的选择吗？你不能把这个东西记在别人头上的呀，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呀。有些女人说，哎呀，就是因为你看我天天在家省吃俭用，搞得这男的在外面花天酒地，谁要你省吃俭用的？这不是你自己的选择吗？自己的选择，自己要买单呀，自己要自洽呀，就是不自洽。对啊，你换一种路试试呗。你天天出去花，你今天就想好，我今天出门花20万，我给自己标几个标的，我这几个标的花掉，我把这个钱花完，我回来我爽不爽？我要是觉得爽，我下次就还这么干；我要是觉得不爽了，咱下次就还是没太大必要，就是这样。但是我花完了之后，我也不感觉特别爽。对呀，问题就是在这儿啊！你不是一个会因为花钱而找到快乐的人，你为什么要把这个算作是一个负能量的事情呢？我就不懂了。谁规定一定要疯狂的花呢？她老公的米都给她了，你们听讲没？她老公的米都给她了，她想买什么，她老公也不拦着。她就是庸人自扰。上次我抓到了那个事儿之后，然后让他给我写了一个就是财产协议，然后就是说如果要是再有这种事情发生的话，就是70%都给我，就是律师是说只能是70%，没有办法能达到说100%都给我，他净身出户，就这个是打官司也不会赢的，所以就写了个70%是我30%是他，写了个这个东西，那我是不是让他就是怎么说呢？让他多给我花一点钱，我能心里边能爽一点。就是不能啊，你显然不能啊，你钱都在你这儿，你花了都感觉在割自己的肉。对，你不能从这个事情里面找的这个你老公做的这个事情，它是一个偶发事件，他也不是一个什么，他只是偶然做了一件这样的事儿，他也不是因为你省才这样的，你这个事儿又不是诱因，也不是啊。那可能是因为我满足不了他某种需求吧，因为您的课我也看了，可能就是你说那四个需求当中是情绪价值或什么价值我给不了。我告诉你，有的时候没这么复杂，吃大米饭吃多了换口面食，吃一吃，你就这么理解，跟你所有的东西没有关系。
但是他确实是赚的少，我确实是因为这一点我有点嫌弃他。那你换一个吧，换一个好不好？但是情绪价值他给的还挺足，然后我俩还有2个孩子了。对了呀，他是用他的情绪价值在置换他的这个物质价值啊。他正是挣的少，所以他情绪价值给的多呀。你不能什么都有，你不可能什么都有啊！你不可能过上完美的人生。我告诉你，因为没有人的人生是完美的，你甭想要一个完美的人生。明白。我就是总是会这种胡思乱想，就像您说的庸人自扰，这病怎么治啊？这内核不稳是不是？这治不了，自我和解，你自己要跟自己和解。不行，让我们的老师那1v1，让老师天天陪着你聊天，好不好？老师天天陪着你聊天，一边疏导你啊。反正我是救不了你这样的，不行，你把钱给我，我帮你花，好吧？我挺能花的。看看心理。曲，你说我是不是需要看看心理医生啊？你去看看也没啥，也没什么大毛病，知道吗？你现在是归因归错了，我告诉你，你是归因归错了。你认为你老公发生了这样的事件，是不是因为你太节约了才发生的？其实不是，你这个归因没归对地方。在你老公发生这个事件之前，你觉得自己不花钱是毛病吗？对，那会儿没有，那会儿发生那个事儿之前，我还是挺爱他的。对呀，你归因归错地方了呀。没有，你这归因归的不对。你现在认为因为我不花钱，所以他劈叉，不是的，他劈叉跟你花不花钱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劈叉就是吃这个东西吃腻了，换口新鲜的，就是这，没有别的。但是呢，谁的人生都会多多少少出一点开小差的情况，你对人性要有容错率啊。然后还有一点，我就总觉得我自己挺混乱的，就是思路不够清晰。像您说的，我这归因总是归不明白。这个花米上有办法提升吗？花米上我们这来1v1，找个老师跟你搞个年费，好吧？你慢慢协调，好吧？慢慢协调啊。你看哪个老师比较适合我呀？你下去问我们客服，我们客服比较了解我们老师。啊。好嘞，好，谢谢。我告诉你们，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什么叫做归因归错了呢？就好比有很多年轻的男孩子，他们把自己的女朋友弄丢了的时候，他会怎么归因呢？他会说莫欺少年穷，他会说哎呀，你就是因为我穷才离开我的，你就是因为我没米所以才跟别人好的。这个归因归的对吗？大部分的时候，其实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如果她真的那么物质，她根本一开始就不会选你。像我们这种从小到大就认为自己要有钱，要成为有钱人的人，我这辈子我不会去看那个没米的男的一眼，我的余光我都扫不到他身上，他从我身边路过我都像空气，明白吗？我们这样的人是一个坚定的物质主义者，人生中没有任何一刻我会去看那种人一眼。我不是说他有啥不好，但是大部分他会跟那些没米的男孩在一起的女孩子，他这段关系的时候根本就不是因为这个男的没米，而是因为他在这个男人身上看不到希望，懂了吗？他觉得你又不努力又不奋斗，你天天在家打游戏，你还自怨自艾，然后你每天还在说我爱米，我让你出去挣钱，我让你出去工作，我让你搞这让你搞那，让你出去交朋友干嘛，但是你还说是我爱米，这个才是压死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很多男孩子他归因的时候归不对，有的男孩子就是他觉得哎呀，是不是你比我有钱，所以说所以你就看不起我，其实也不是。很多女孩子她会觉得，那你需要展现出你比我优越的地方，对吧？你是不是很能思考？你是不是很有学识？你是不是很能专注于你自己的事情，即使你这件事没有我挣得多，对不对？其实很多人就是这样思考问题的呀。男孩子他也是一样的，他最后归因就归错了。
归因归错了以后，他就会在一个不对的点位上做努力，然后他就会觉得自己很无力，他会发现自己做了很多的努力，他改变不了这个事情，因为他归因没有归对。而且即使你告诉了他真实的原因，他也不肯相信，因为那个真实的原因需要让他用更大的理性去面对，他没有办法去面对自己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自己是一个懒惰的人，自己是一个不思进取的人，他更愿意说你是一个现实的人。是一个现实的人。为这个家庭付出的多，然后他懈怠了，所以他才背叛了，所以他才劈叉了，所以他想要去改变，他想要的改变就是想改他花钱的这个状态。但实际上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引发他们两个人劈叉的原因，你去改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它会让你也痛苦，对方根本就不在意，因为从头到尾对方也没有拦着你花过，他在这个点位上他根本就没有在乎过，你去改一件他不在乎的事儿，能改变什么呢？对吧？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明明意识得到却不愿意下功夫去改的？有没有那种点位你明明意识得到，可能你强势了，对吧？可能你在这个关系里因为你挣得多所以你强势，因为你挣得多，你会不会不给他面子？你会不会无形当中打压他，对吧？会不会在他做了很多努力的时候你不给他认可，没有让他获得相应的情绪价值？有没有这样一些空间，你觉得这才是有可能会导致他做这个事情行为，但是你愿意面对吗？你看到了，你觉得你改得了吗？有些女生她就会说，你让我天天这样，我天天教大家情绪价值，天天教大家低姿态，她就会说你让我这样，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对吧？那我这辈子我憋出毛病来了，她会这样来怼我的。为什么？因为改变这个事情更难，多花钱是不是容易多了？可是呢，你这个动作完全跟这个结果它是毫无关联的一件事情，对吧？归因呐，归因很重要。她老公并没有把钱给别人花呀，问题是她老公的米都在她这儿啊。问题就在于她老公虽然挣得少，但是她老公的米都在她这儿啊，对不对？还有，我告诉你们，比如说啊，我这个点可能跟你们延展出来讲，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大家就是这样的，总是寄希望于把这个归因归到别人头上，不归到自己头上。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比如说啊，有的为什么我们不让城市里的白富美去找凤凰男？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这个凤凰男一定差吗？一定心术不正吗？其实不是的，而是啊，你在跟凤凰男相处的过程当中，由于你自身天然的这个优越感，会让你们两个人无数次的产生矛盾的时候，你无数次的把归因归错地方，然后这个矛盾它就会越来越恶化，它就解决不了。有的你看啊，他比如说找了凤凰男以后，本来这个凤凰男一开始想的可能是想好好过日子的，但是呢，有一些白富美她自己就觉得你挣不到米，慢慢的呢，她的家长也会开始批某 A 这个男的，对吧？家长就会嫌弃他这嫌弃他那，甚至有的时候经常会说，你要是没有我们家，你怎么样。然后这个男的他如果做出来了一点成绩的话，可能也得不到这个女方家里非常大的认可。他其实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往下走，然后慢慢的两个人的矛盾就会越来越恶劣。但是呢，你们去归因的时候归到哪儿？归到这个男的本身心术不正，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其实我就说，为什么我不建议大家去开启这样的关系？因为你开启这样的关系，你就很难不走到这个路径里边去。
你很难，因为你们俩这个天然的差距，你很难控制住自己讲这个话，你很难控制住自己去归这个音。那么在这个后面的生活当中的矛盾，他没有办法解决。既然如此，你不如不要这样选，搞得双方都痛苦，就没必要。听明白了吗？就是这个意思啊。来下一个来。有，我们多得很的连麦的，我们每一场连麦连不完。Hello， 你好。你好。哎，这是你好。哎，你好，你说。能听见吗？能，你说。我想说一下我大概情况，就是我今年是26岁，然后本科毕业在国内工作，大概可以拿到1年小100个，然后工作2年之后我去同校读了硕士，然后现在是回国在找工作，然后现在是大环境不太好，感觉整个人的状态不是很顺利，就是不管是从工作啊、学习啊，还是从个人发展的角度都压力很大。然后想要的诉求就是说2个问题，一个是怎么样尽快从这种不好的状态当中走出来，能够尽快回归到你之前在美国是吗？什么状态里？Hello，不是，我在国内工作，但是我本科在国外读的。你本科在国外读的，收入100万。对。你这个收入是在国外拿的，对吗？哎，连线断了。叫什么？6226。我们的直播间有米的小姐姐比较多，大家就习惯了就好了啊，不习惯就多习惯一会儿。哎 ，Hello， 哎，能听到吗？你说。对，就是我的工作是在国内，然后这个工资也是在国内拿的。工资是在国内拿的，但是你现在没有工作了。对的。为什么没有工作了？因为我辞职，然后去读书了，然后现在在找工作。找不到原来的工作了就。也是在等吧，反正就是因为今年大环境不是不好嘛，然后可能很多岗位都没有了，然后现在比较理想状态是回到原来大概那个 level 的工作。对呀，那就回去啊。但是现在比较焦灼嘛，就是在等好多的结果，然后可能不知道等不等得到，然后就是在各种是海投，然后海面这种。等多久？给自己一个时间呢？等不到了，比如说3个月，多长时间？然后我就回到原来的岗位了。哎，怎么又断了呢？我们这个网还有没有调整空间了？到底？怎么又断了？对，我们直播间里都是故事，都是剧本。我们的直播间就是一个恋综节目，我们这个直播间是这个首创直播恋综脱口秀直播恋综，叫姐姐醒了。我们的所有的连麦都是剧本，知道吧？但是呢，想要上来念剧本的，必须得先给我刷4000个币，要不然我不让你们上来念。想上来凡尔赛的，前提是你必须得给我先刷4000个币的礼物，我才让你上来吹牛逼凡尔赛，知道吧？要不然我不让你上来。哎，自己在家里把剧本写好了，自己上来念啊。你接着说。喂，不好意思，不知道网为什么这么差。你不要退出哦。Hello，我没有退出，我不知道怎么了，可能是耳机的问题。对呀，你给自己一个时间线呢，比如说3个月或者多长时间，你实在是拿不到更好的 offer 了，你就回到原级别的这个去就好了。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就是我也是在走秋招嘛，然后原来公司也投了，然后在等着那个结果，说好好说，然后就等得很焦灼。焦灼有什么办法？焦灼怎么办呢？就拜一拜咯。
那就是我现在目前做的事情也不用做什么调整，反正就是继续升，然后也没有什么别的策略或者是其他的梳理。这有啥好梳理的？有的时候不就是，人生中不是每一刻都马不停蹄的跑的吧，总有歇脚的时候吧。但我觉得我现在就比较难调整那个心理状态。啥心理状态啊？这个书读的有一点亏了，觉得我读了2年书回来还是只能做原等岗位。你是这个想法吗？有一点，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虽然说你还是做原等岗位，但是你读了这个2年的书，能够让你在做原等岗位的过程当中，也许能让你晋升更快，视野更宽广。你在做很多决策的时候，会做的比别人更有前瞻性。这个是你要做了才知道的，而且它是需要时间去体现、去验证的。明白。那好吧，那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想要规划一下自己，就是和自己事业相辅佐的一个择偶的问题，然后我在想，请您帮我分析一下，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可能就是会需要非常忙，然后可能需要伴侣能够尽量的给予更多的支持，然后不管是时间方面的还是各种，然后我自己的理想的状态是说，我希望可以把事业放在前面一些，然后多大？是希望靠自己的能力能够有自己的一些成果，而不是说真的去攀附什么样的。你多大？26，快26。26嘛，你不用，那你就不要去琢磨跟思考情感问题。你把你所有的精力放在你做事业上面，把谈恋爱当甜点，就跟我一样。那我把这个时间点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为什么还要时间点呢？我要啥时间点？不用时间点呢。你每天都要工作，对吧？休息的时候就想着怎么去认识几个男孩子就好了。那比如说我还是想要结婚，然后想要生孩子，然后并且我不希望自己的这个过程会影响自己工作的晋升啊，这些会需要一个时间上的安排。想多了，想太多了。你在你工作的过程当中，我跟你说，人的这个精力啊是很难去分散的，知道吧？你既然对于自己的事业成功有这么大的一个诉求，那么我就建议你不要一天天的又想着什么，哎呀，我要谈婚论嫁，我要结婚生子，这个东西它会分散你的精力，会牵扯到你的。人家想要是谈婚论嫁、结婚生子，人家还要拿大量的时间出来对碰。那我是也要给自己设定一个，比如说30岁之前，或者说32岁之前，我需要继续做这件事情吗？不需要设定。你说你前面你都可以挣到1年100万，你后面挣到个1年300-500万，我觉得这个就是时间问题啊。你好好的往这条路上奔呐。你1年挣到300-500万，你想找一个安安稳稳的能够给你大后方的男人，难道找不着吗？了解。那就是现在坚定目标去先从学生的状态当中把工作稳定下来，然后继续搞事业，然后有时间就去谈恋爱，然后不想别的。对。OK，那假如说我现在状态是在一个可能不是特别好的关系里，我是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关系呢？啥关系啊？不是特别好的关系，赶紧断了呗。可能不是特别想断。那还说个鬼？又不好又不想断，那你想怎么样啊？就是怎么样能够在做事业的同时把这个关系先稳定住。不是，小姐，想问就问啊，不想问就别问，实在是不想说就下去1v1，好不好？你告诉我，你这个故事我咋跟你聊？主谓宾啥也没有。行，好呀。好吧，那我先搞事业吧。就这样，拜拜。谢谢，拜拜。我正准备骂他，我低头看了一眼温柔了，我已经看了一眼温柔了，不要再让我看了，我看着在。
还提醒我看一下温柔温柔，我看着这人就在我正前方，他不是吗？他不想说他跟那个男的啥情况，他不想说那个男的的情况，也不想说明自己怎么个那个，但我咋跟他解决问题啊？我聊些鬼宽泛那些话，又不想说那男的啥情况，这也不想说，那也不想说，那咋聊嘞？是不是？我今天已经很温柔了，我跟你们讲，我每一次连麦我都在瞟那个字，你们没看到吗？我拿的是个啥？我拿的是我的脸替，我不想对你们翻白眼的时候，我就拿我的脸替。刷币上来吹牛的不少，我们这就是个吹牛直播间，好不好？你以为嘞？我们这就是个吹牛直播间啊！你愿意花4000个币上来吹牛，你还不是可以？大家公平、公正、公开，好吧？我跟你们讲，好好珍惜机会了。现在就是你们能够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吹牛的最低成本的时候。未来我们要开始贴发票了，知道吗？下次我们再过一段时间，我们要开启这个视频连麦的模式了。视频我不看你，我就看发票，我就看房本，我就看车本。知道吧？现在还允许你们就是刷4000个币上来吹，以后就不准你们只刷4000个币了，以后就让你们开摄像头，把你们的本子先准备好，再上来，大家都好好珍惜机会啊！来，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还没有看过我们金贵的关系，没有进过我们金贵社群，没有找到组织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大家一个圈圈的入口。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我们再过一段时间，我们要开启这个视频连麦的模式了。视频我不看你，我就看发票，我就看房本，我就看车本。知道吧？现在还允许你们就是刷4000个币上来吹，以后就不准你们只刷4000个币了，以后就让你们开摄像头，把你们的本子先准备好，再上来，大家都好好珍惜机会啊！来，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还没有看过我们金贵的关系，没有进过我们金贵社群，没有找到组织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大家一个圈圈的入口。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要连麦的宝宝送4000个币的礼物，排队连麦啊！不连男生，来下一个。今天已经排满了，大家不要送连麦礼物了啊！我16岁，看不出来吗？长得有点成熟，毕竟是开天眼了嘛。下一个是谁啊？3岁就爱笑 OK。Hello， 你好。你好。Hello， 你好，曲曲，可以听到吗？可以，你说。我就是有一个感情纠纷的问题。我和一个男的在一起大概1年多吧，然后刚开始我知道他可能是有家庭的时候，我就跟他提出了分开，结果他就给我看了快乐证，然后跟我说没有离家，只是因为还没有处理完，会尽快处理，然后接着跟他在一起。后来他一拖再拖，去年7月份的时候，我就和曲曲连了一次麦，因为我有一个我父母给我付了一半的房子，我就想让他把我后面的一半还掉。然后曲曲就跟我说让我直接要了就分开，我当时就要了，然后他给了我一半，然后因为我是正好在读研究生，然后要出国1年，然后他就说剩下一半等我回国再给我，然后我觉得他可能不会给我了，我就跟他说了分开，就把他拉黑了，然后他就威胁我说要去我家看我爸妈，让我把他加回来，让他去看呢，让他去看你爸妈，干嘛把他加回来呢？我很害怕，因为他比我大12岁，然后我在家一直都是那种比较乖的，就是我不想让我爸妈知道。哎呦，你只管让他去，
然后你都敢把人拉黑，你怕人威胁你，真的是。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就加回来之后过了2天，结果他家里那位看了他的手机，然后他家里那位就很生气，然后就是那天我要出国的时候，他家里那位就扬言说要去机场找我爸妈说这个事儿，然后他拦住了没有去，后来中间有一段时间就是一直都没有联系，他家那位也没有找我的麻烦，结果最近突然他就先在我的某博某书上留言，然后叫他姐妹一起来，说了一些不太好听的话。其实这个也没什么，但是有一天他就在某博下面放了我们的聊天记录截屏，我就有点害怕，怕把这件事情搞大了，我就给他发了个小作文，解释了一下，大概说了3点。第一，首先是个男的他一直骗我的，然后第二是这个男的他之前已经劈叉过很多次了，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最后就是说我保证我不会再跟他联系，希望他不要再打扰我的正常生活了，因为我人现在是在英国这边。然后我就以为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他那段时间也没有再给我留言或者怎么样了。结果昨天前天他又突然给我留言说用别人老公的钱巴拉巴拉怎么的，然后这个男的跟我说是那天他们吵架，那个女的让他把给我的米和礼物的要回去，他不同意，然后那个女的才留言的。然后我想咨询取的就是怎么样做才能让他不再继续打扰我的生活，因为我非常害怕他告到我家长和学校那边去，因为我国内也没有。你怕个毛啊！他们俩扯了快乐证的，你怕个毛线啊！你还可以告他呢，你懂吗？但我确实是知道他没有完全分开，他只是领了证，那怎么样呢？没有离开那个家。他领了证就行了呀，他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夫妻关系了呀。他现在这个样子，你还可以去告他呢，小姐。有聊天记录对我非常不利，就是有一些那种聊得很露骨的。不重要，不重要，他已经侵犯了你的隐私了，他都把你们聊天记录抛出来，有你的头像，有你的名字，他已经侵犯你的隐私了。你现在可以直接让律师去找他了。他抛在我的微博下面，不重要啊，不重要啊，他能吓唬你，你不能吓唬他啊。你们这些软柿子就是任由别人捏，我告诉你，你越是怂，你越是软，他就越是要顶着你搞。为什么呢？现在这个女的，她想复婚复不了，她就拿你当出气筒，知道吧？可是我已经说了，我不会再跟那个男的在一起。那又怎么样呢？他现在只要跟那个男的闹得不愉快，他就要搞你。他只要跟那个男的闹得不愉快，他搞你，因为他搞不赢那个男的，这就是本质。你管得了他？他现在跟丧气病狂一样。但是如果说他真的跑去给我学校发邮件啊，或者说把这个事情到处抛出来，或者跟我家长说，其实受伤的还是我自己。我说了，直接找律师，现在直接给他发律师函就完了。就是如果他再做任何不用再，现在不用等但那个我已经删掉了啊，就是他留的聊天记录我已经删掉了。那就等呗，那咋办呢？那等呗。下次再要是打电话，要是发信息干嘛，你就录下来，留存下来，然后你就直接找人，就去直接找律师就去告他就好了，知道吗？那如果他要我把东西还回去呢？他没有这个身份，他那个男的自己告你可以，让那个男的自己来。他就是威胁我要去找我爸妈和找让他去呗。你说这女的有病，那我管得了他？这女的有病，我管得了她呀？这种东西你不能怕，我告诉你，你就算是把米还给他们了，他都会这样搞你的。你怎么做都没有用，知道吗？因为你太软弱了，他就会一直搞你的。他现在拿你当出气筒呢。那我就是先不理，如果他再做什么，我就找律师。对呀，就是这样啊，直接就找叔叔就可以了，找叔叔啊，先找叔叔，叔叔自然而然会去警告他，找律师发函就好了。就是他如果说发给我学校邮件什么这些，我也能这样找他吗？一样的呀，那就诽谤了，你就直接这个告他诽谤。但是他的聊天记录里有，就是我称呼他家那位，就是我故意那个他说你老婆这都不重要，你们学校管这个事儿干什么呀，小姐？你们学校有病啊！这都是猴年马月的事情啦。好，
好，听曲曲的。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个人发展的一个问题，因为曲曲经常说不要走 Z 字形嘛，然后我对未来的生活的期望就是物质上比较富足的那种生活。然后我现在想的是，回国读完研3之后，就是考个高校行政或者进高校做老师之类的。我比较喜欢大学的氛围，然后先把工作搞定之后，再去对碰或者让身边领导、家长之类的介绍，然后可以放开年龄和外表，找一个就是年薪100万的男的，这个是可行的吗？请问曲曲。可以啊，找呗。好的，我没有问题了，曲曲。拜拜。好，谢谢。破功了。我不承认啊。在那刷温柔呢，温柔不起来了，猪头猪脑的，说些话烦人，真烦人。破功了，回来，转回来一点。不是我们讨厌的烂泥扶不上墙那个样儿，知道吧？我最讨厌的就是那女的唯唯诺诺，一天到晚怂的要死那个鬼样子。我真的很烦别人这样，我就会觉得你好不争气啊！该刚的时候就跟他刚啊！你们这我都跟你说了，你这事儿该刚，还在那紧在那跟我掰扯，怕这怕那，怕有什么用的怕？他不就是因为你怕才这样搞你？你要是不怕的话，你要是跟他硬过硬的搞，他早就不搞你了，好吧？啥把柄啊，毛的把柄！我告诉你们，我在这个事情上我早就想开了的，知道吧？学人家卡戴珊，是不是？我跟你说，所有的能够伤害到我的东西，最后都会变成我的翅膀。我告诉你们，所有能伤害到我的东西，最后全部会变成我的盔甲，我的翅膀，知道吗？学人家卡戴珊，对不对？那啥录影带这那出来的干嘛？我直接就一飞冲天，我他妈出名了，我就你就这么想问题，知道吧？我就出名了，我正愁想出名出不来的，我想活不了，他妈瞌睡遇到枕头，真的。他在曝光你啊！我在录个视频，知道吧？趁机火一把。你们要有这个状态，要有这个心态的底层建设，明白吗？不能老是怂，又想到了一个成语，草船借箭，是吧？谁搞你，你就站上去，知道吧？站在他脑袋上面去。反正我就是这么想的，万一有一天我都想好了的，万一有一天真的我要有点什么不雅的，是吧？虽然我没有这个留这种东西的习惯，但是万一有一天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万一有啥不雅的东西出来了，是不是？那我怎么着啊？我就开始一蹶不振啦，我开始自我怀疑了，我看看那放出来的是什么部位，我马上顺势就开始做产品，我告诉你们。是不是顺势就开始做产品？真的，你在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知道吗？野蛮掠夺就是要这样。你们都听到了啊！我这个话我说了的，我告诉你们，到时候都不用惊讶，好吧？都不用惊讶，看到任何的负面的东西或者干嘛都不用。你说，小意思。你一看到就想，曲又要腾飞了，他又进入人生的下一阶段了。你们看到东西的时候就这么想问题就可以了，好吧？来下一个来。把这个水晶往重新开一下，现在没有好的反应。开着在的呀。就你关了之后再重新开一下。你再试试。姐姐醒醒。不行，你全线关，然后重新开。我没法关，怎么关呀？这
我怎么关呀？这关不了。你再试一下。你们想一想自己身上的软肋是什么，然后自己把自己的软肋吃掉。知道吧 ？Hello， 你好。哎，曲曲你好。你好。说。是这样的，我是99年，然后我男朋友比我大20，然后是体制内，他是我的直管领导。说快一点呐。然后我们在一起4个月，然后刚开始的时候2个月的时候，他就开始不付出，然后他也是有家嘛，然后我就开始作，又哭又闹，然后也没有用，然后我给他的感觉就一直都是表忠心，很爱他，离不开他那种感觉，然后过生日的时候要米也不给，然后总是给的都是一些小恩小惠，一些仪式感，屁用没有的东西。然后后来，还是2个月的时候，然后我知道我就是在我跟我的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个女朋友，然后那个女朋友因为一段时间不在他这边，然后就在最近，就是在2个月的时候，他另外那个女朋友回来了。然后我就发现他跟我之间的沟通也越来越少，然后我们之间的 sleep 频率也减少了，然后我想搞东西也搞不到，我就想我不想被白嫖。你已经被白嫖了，你不想被白嫖，你已经被白嫖了。霸王餐都吃完了，你还是想让他买单？他凭实力吃的霸王餐，人凭什么买你的单？所以说有什么方法吗？没有方法，没有方法，没有方法，一点方法没有，一点方法没有。选择大于努力，你也没上过课，你这一看也是没有上过我们的课，是不是？这白批是一种必然，好不好？这就是这个男的在我之前先给你上了一课。那有什么，并且那有什么方法吗？就是说，要么就是职位啊，要么就是米啊，至少没有方法。你闹也闹了，哭也哭了，是吧？表忠心也表了，你365个技能你全用了，你还怎么办呢？他东西也是给的，就是说没有我想要的那么多。我跟你说，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你没眼界，太 low 了，知道吗？你上来的时候没有，你不是一个那种让别人可以花大价钱的人。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是想的就是一个低成本，懂了吗？你要提高任何的成本，他就选择了断，他就选择拜拜，就是这么简单。你有什么谈判的东西呢？但是我比他之前那个，我比他各种条件都好呀。那又怎么样呢？但是人家比你有脑子啊。所以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换人呢？换人呢？要不就换工作呀？啥工作呀？你这是个体制内呀？体制内怎么了？体制内，你这种体制内，你跟他有证据吗？但是你也没法拿证据，你在他妈的在那舔别人，别人到时候拿出来还成了你的问题。哎，那我以后跟他怎么接触呢？有啥好接触的呀？为啥要接触呀？为啥要接触啊？因为他是我的领导呀。骂他。不是呀，就是至少让我至少让我自己平衡一点呀，就以后至少让别人，要么就是得到一点工作上的利处，要么就是提高一下。我都跟你说你得不到，你在我这问就是问100遍也是得不到。没有东西，就是已经白批了，这个事情就结束了。我就建议你不要再这样。那我跟他的话就是以后什么人事，就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嘛。本来就是个工作关系。那他再来找我呢？然后呢？就是工作有关的事儿回应，工作无关的事儿不回应。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与此同时还有一个老男人也来找，
然后并且这个老男人跟他也是，他们都是一个圈子的。你先去把金贵的关系看一下吧，先把教科书看一下吧，好不好？要不然你会再次被白批的。啊，脑子先懂一下，要不然你老是被这些老油条骗，这是一种必然，好不好？被骗一次很正常，谁都被骗过，但是不要连续上当受骗啊。好的。那就是我跟这个男的话，我对他就不要跟他表示的那么很爱他。你有病啊！我再说一遍，你给他这个情绪价值是为了索取，怎么都索取不到，你还给他什么情绪价值呢？你有这个时间，你好好工作不行啊？有这个时间好好谈个恋爱不行啊？但是我现在的工作也要指着他呀。你就换个工作，我就建议你，没有这个本事，你就别跟这个男的待在一个屋檐下。好的。那他再来找我的话，也不要回应呗。不回应啊。不回应。好的。还有问题吗？没有了。拜拜。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好吗？客官们啊，好吗？宝贝们，好吗？上帝们，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想走歪门邪道之前，先把教科书读一读啊！把教科书读一读，我不说你一定飞黄腾达，但是你绝对不会被白批，对不对？我们都是用前人的血泪史给大家的一部真的是经典之作啊，让你们是坚决不会被白批的，多多少少让你搞得自己舒舒服服，对吧？不至于觉得自己亏，这个是基本面，这个是基本盘，你不觉得自己亏，这个是基本盘，好吗？金贵的关系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大家一个圈圈的入口。如果你们还很喜欢我，还希望我能够在这个平台上活的时间久一点，就请大家呢先看了教科书以后，然后再来跟我连麦，好不好？这样的话呢，咱们的脑子基本上能够脱离这个小学阶段然后咱们再做沟通，好吗？来下一个啊。Hello， 你好。Hello， 你好，能听到吗？曲曲，你说。我这边就是感情方面遇到一些问题，就不知道怎么去分析它，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希望你能介绍的，然后就认识有2年了嘛，然后一直就是之前谈婚，就是反正就是那个谈条件谈的就是没谈好，然后后期我也没有那么喜欢嘛，反正就一直联系，后期反正今年的时候他又跟我谈这个事情，就是他是有这个意愿想跟我走下去的，但是我感觉他跟我说的这个我好像没达到我的预期。什么说的什么？你的预期是什么？就是我也跟他提过条件，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也属于围城外嘛，我也属于围城外，就有之前有过，你知道吧？然后呢？然后就是他这边就是说就正常给个彩礼，然后领个证，就是他房子他家拆迁了，但是房子还没下来，要等几年。那你想要的条件是什么呢？我跟他讲的意思就是房子要写我名字，但是现在写不了嘛，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给个彩礼，然后就领个证啥的，我就希望走正规程序能走。你多大了？今年34。这个男的呢？他比我大8岁。那他的彩礼说的是多少米啊？他的意思就给10W 吧。你们俩都有娃吗？有男孩，你也有男孩，他也有男孩。对。
他的10几岁了。那你这房子写名字这个事儿就不太现实啊。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写就是没下来，他那个不是还有那个就是没下来的话他还有钱拿嘛，他意思还过个几年还可以装修钱就有了，他意思就是跟我商量这事，就现在就是意思房子的事情现在兑现不了。对啊，是兑现不了，就是兑现不了。那你要愿意跟他好，你要答应他的条件，或者在他的条件的基础上把彩礼啊或者什么金啊银啊这些东西搞多一点嘛。但房子这个事儿现在落实不了嘛。这个我也知道，就所以我感觉我也没那么喜欢他，我感觉达不到我的预期，我有一点犹豫。那就换人嘛，你收入多少一年啊？就大概7万吧，就正常就也是挣辛苦钱。他就是现在做自媒体，然后也收入也不稳定，一直就想拉着我一起搞直播什么东西的。那就换一个呗，你们都是普通人，你不着急就慢慢再换换呗，再等等呗，再找找呗，着什么急呢？把自己栽出去。对，我也这么想，因为感觉好像他也没有就是比我大这么多，然后感觉好像他也没有，我感觉跟他在一起好像也不能怎么样。对呀，不能怎么样，那就不用纠结了噻。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也是想跟我结婚的，但是条件是各方面都比我好，但是我感觉他好像感觉就是也不知道是说着玩的还是真的，就是我们认识3年了，就是之前谈过，然后断断续续联系，然后去年的时候给我联系，然后就是说意思要跟我走入婚姻嘛。然后后期的话我们也谈到过就是关于条件的问题，但是后期接触的时候我发现好多东西我感觉他好像就是没有感觉进行下一步那种感觉，好像这个事情明明是他跟我说要结婚，搞得好像要我去说这个事情，感觉我也不带去想，好像上赶的那种感觉。那就不要赶了，再等等呗。你都是些半吊子事儿，这有啥好说的呀？不是，我就觉得我本来是好好的上班的，觉得就好好上他们班呗，天天被他们这些人牵扯精力干啥呢？没给你个啥？对，我也感觉是都把我给搞得我都没心思工作了那种感觉。就为了个莫名其妙没心思工作了，你们就是自己不想工作就直接说，不要再扯理由什么这男的搞得我不想工作，这男的给你啥了就搞得你不想工作了。没有，只是说这个我知道，我工作是想工作，只是说能有合适的嘛。如果真能走入婚姻的话，肯定是能。你这不是不喜欢吗？这不是人家不推进吗？好好工作呗，有喜欢的了，有人家愿意主动推进了再说呗，对不对？婚也结过了，娃也有了，你就自己好好过呗。我就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这个后面这个他到底什么意思，跟我说也说这个事情，人家就是随便一说，就随便一说的。但是我有时候我问他的时候，他又搞得很认真，好像是这个是认真的这个事情，但是感觉好像就没有。代表态度，语言代表目的，他的语言跟只能说明他想批你，但是他的行动不推进，这个就是本质，懂了吗？我感觉我自己心里也有数，感觉好像要你说出来，这样我更清醒一点。好吧，好的，好，谢谢曲曲，拜拜。好，拜拜。哎呀，你们为了这种男的，大家来连这个麦干啥呢？有这个米多吃2顿好的，好吧？你们的小城市、小地方，一顿饭也要不了几个钱。就不要为这种拎不上台面的人上来连这个麦，咱们这个连麦也挺贵的，是不是？我都替你们心疼，何必呢？我一听到你们这个故事，我都已经不想说了。我说了，这个平台呀，它就是没有这个一键退费的功能，知道吧？他就能不能给我搞个我能够主动选择挂麦且一键退费？我就很想要这个功能。我不想听你们讲这些东西，我不想听你们这个故事，你们这种故事就不值当，对吧？不值当，蛮多直播间送一颗小星星就可以连麦了，你们就到那个送一颗小星星就连麦的直播间，多好呢，对不对？你说你花了好几百，你说这好几百在你们那能吃好嘞，在你们那
你能一个星期不重样的吃，是不是？多吃几顿好的不行吗？哎呦天哪！来，为什么咱们要把这个连麦的额度搞成这样？就是因为我想要你们，但凡心疼这个米，就别来连这个麦。咱们明不明确？是明不明确？就是只要你连这个麦觉得对我的生活来说是比较心疼的，咱们这个麦就千万别连。这个就是我们设置这个连麦金额的意义所在，知道吧？懂了吗？明白了没有？每次要连麦，你想一想，哎呀，这个钱花的我还是有点心疼，别，千万就不连，咱们这个就是很明确，对吧？是不是很清晰？只要你觉得有点心疼，这个麦就别连，千万不要连，就说明这个人不值，明白了吗？就说明这个人不值，就说明这段关系不值，你来这里跟他跟他分析半天，就是这个人他就是个一次性杯子，就可以让他拜拜了，就可以拜拜了，这个关系就可以拜拜了，听懂了吗？就不用，就等于我给答案了，明白了吗？等于你心疼就是有答案了，你一心疼就说明我给答案了，你就已经知道我要给你什么答案了，就不用再来验证了，好不好？就不用再来验证了啊！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Hello， 曲曲，你好，能听见吗？可以，你说。你好，我的2个诉求是哈，第一个是我怎么样可以掌握我家里的财政大权，第二个就是我老公有一个，就是我是围城内啊，我老公有一个疑似暧昧的对象，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去介入，或者是要干预一下。我说一下我的情况，我们2个都是40加，然后是围城内，我们已经有20年的婚姻。然后呢，我们家里的我们是在4、5线小城市，他自己是做公司的，然后我们的资产大概有2到3千个 W， 我自己呢是医疗相关行业，然后是每年的收入大概是30到50 W， 然后我们有2个孩子，老二呢是今年不到5岁，就算5岁吧。他很爱孩子，然后是，财政大权不在我这里，是因为我们本身以前都是各管各的钱米，然后就也没有这个意识。后来是为什么有这个意识呢？因为1年前的话，我发现他有劈叉的现象，当然我也自我反省，因为原因是什么呢？我这个人是非常强势的一个女人，就是也不太会经营关系，他一直是对我是很好的，但是我呢一直是比较作的那一种。中间发生了有2次事情，就是在当着他的朋友的面儿，就相当于骂了他嘛，就是相当于让他非常没有面子。从那之后呢，他对我就极度冷淡，然后等我意识到有问题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机里面有这个给别人那个花米的米的等一下吧，卡了，再把它连上来一下吧。卡了又好了，再把它连上来一下。叫啥？稍等一下啊，再重新连一下。我跟大家说，我就非常感谢大家都很喜欢我，不管你是什么收入水平，我都很感谢，我也很希望你们坐这儿听。但是我是发自内心的觉得有些人，你好，男人不值得大家连着麦，我是发自内心的啊。能听到吗？你接着说。我刚才断到哪里了？就是说，我说他的暧昧，你说他这个女的情况。对，她这个女人的话，就是形象非常好，性格也很好。他们应该是2、3年前就认识了，但是我以前一直没有怀疑过什么。就是因为我老公劈叉之后呢，我有点就是有点疑心病嘛，然后就会经常会看他手机，我就发现2个人的聊天呢是比较频繁，基本上是有互相帮忙的情况。还有呢，就是
会参与到对方的生活当中，有一点像朋友，但是通过很多次的这个聊天的话，没有发现暧昧。不过我能够感觉到他们互相有好感，因为我老公呢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而且也很热心肠，他对这个女人来讲的话是很有吸引力的。而且呢，这个女人的话，咱们也知道她的家里的情况是比较特殊，所以说很容易激发男人的那种保护欲。但是从他们的微信聊天里面没有发现任何有暧昧的地方，这个是事实。然后我老公有一个行为呢，我不太喜欢，就是我老公如果他要出去应酬，这个应酬如果我不参与的情况下，他们全是男性朋友的情况下，他就很愿意给这个女人联系，让这女人去陪大家一块吃饭。但是吃完饭以后，他们不会两个人再单独出去，就是个人就走开了，一直是这个状况。因为我本身我有点劈叉后遗症嘛，所以说有点疑神疑鬼的。我就在想，我这个就是第二件事情，就是我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个情况，因为我确定他不是他的劈叉对象，劈叉对象那个我也了解过了，那个是翻篇了。我就在想，他以前劈叉的那个对象跟他现在来往很频繁的这个女的不是同一个人是吧？不是，是的，不是啊。然后呢，他对家庭的话非常付出，这个是实话实讲。对孩子呢，简直是到了那种命根子的一个地步。因为我们要这个老二很艰难，完了要完之后呢，他对他就是非常好，包括现在这个整体来陪伴来讲的话，基本上2/3都是他在陪伴。我陪伴的话是刻意的也在减少，因为我听过你的这个就是很多的这个直播嘛。所以说我就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就是他和这个女人的这个情况，我要还装作一个大气的一个状态，就尽量观察不理会呢，还是说我要介入一下？另外我简单说一下我们俩现在的关系，因为我们之间他劈叉的一个导火索是我的性格过于强势导致的，这是我的缺陷，我现在一直在调整，但是还是我们俩的温度没有升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就是他。因为我当时我们这个摊牌的时候，我讲的是非常的严重的而且我都已经就是要做好了跟他分开的准备，他是非常害怕的，包括到现在为止也是非常愿意把这个家经营好的，但是就是我们俩的温度没有升到一个好的状态，因为我是隔一段时间我就那个劲儿上来，我就要作一下，不自主的，不是故意的，隔一段时间那个病上来我就要作一下。但是最近的话相对来说情绪好一点，只是说我们的温度没有上升到一个很高的一个程度。我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我想问一下，你们俩的收入都是什么情况？你是什么收入，他什么收入啊？我是年入30到50 W， 我好的时候是50，不好的时候有30。然后他呢是那个自己开公司的，然后我们的本身流动资金大概有2000多个，但是现状是他没有他的现米很少，因为全部在工程上压的，他是做建筑的，因为这个很多就因为口罩原因影响。那你没有拿财政大权，但是你们平常的家庭支出是怎么在支出呢？全部是他在支出，全部是他支出，你自己的钱是自己花。对，是的。这个财政大权要拿过来，当初摊牌的时候就要拿，现在拿你没有一点去拿了，你在这里要拿的时候没拿，现在这个女的跟他的关系不足以，是吧？因为他们没有到那个地方，你这个东西也开不了口，没有把柄。对的，你现在财政大权这个事儿不用想，但是呢，我觉得你还是要在自己的情绪上面去下功夫。是的。就是你要知道他为什么会愿意带那个女的出去，是因为那个女的让他很有面子，对吧？必然嘛，这是一种必然，就是这个女生让他觉得很有面子，不管是人家有没有光环啊，或者说人家的服务意识特别特别强，那他肯定就是在跟那个女的相处的过程当中，他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这种男子气概的这个东西。那个女的很听他的话，对，能够感觉到，对。所以说你也意识得到自己的问题，但是我也能理解你说你一时半会儿的没办法全部改好，但是我是觉得啊，就是你知道自己这个问题，那么你每次要发作的时候啊，你要把自己咽下去，每次要发作的时候换一种方式，比如这个时候你能不能找个人去聊一下，或者你自己去写下来，去把所有东西写下来，换一种方式，然后你第二天再想，这个事儿我能不能缓和一下，我能不能怎么着，或者说我还想这么去跟他发作吗？就在那个瞬间，我跟你说，人在上头的那个3秒钟是特别重要的。
蛐蛐，我打断一下啊，就是我每次上头，就是有点情绪反复，都跟我看他手机以后，发现只有这一个女的跟他联系。不要看他手机啊！对，我也想看他手机啊！你为什么要？你这个就是你的，你就跟他给自己找了个找了个开关。你非要去找那个开关干什么呢？我有时候很痛苦，也想解决这个问题。我有一种思想，就是我如果发现实质上有这个问题，我就跟他拜拜了。但是我发现就是那种暧昧的边缘，你没有越界，但是让你膈应。所以我看完手机之后呢，我就有点犯病了，才膈应。你不应该去做这个动作，因为你们不是小夫妻，你们是老夫老妻。实际上你们两个人都是不会去愿意接受分开的这个结果的。是的，这是事实，这个也是本质。你如果看了他的手机，你就会情绪不稳定，但是呢你又没有抓到什么东西。对，这个事情就最终所有的作用都反映在自己身上了，没有反映在这个男的身上。那你觉得他俩人是属于那个踩线吗？暧昧吗？重要吗？我跟你说这个话就很无聊，知道吧？我就陪着你一起在这纠结，无聊。我说没事儿，感觉像在安慰你；我说有事儿，人家也没你又没抓着。我说这干什么呢？那我不跟你一样了吗？好，那这个不说了，我理解了。有没有事儿？我跟你说，真的这个事儿要发到那个时候了，你肯定会知道。但是以这个男的他做出的亲子投入来说，他是不会放弃这段你们的家庭的。听到了吗？很清楚。我就听到了。我就是希望说，这个把家里的财政大权拿到手，然后亲自投入上让他再投入多一点。他现在亲自投入已经很大了，我其实是希望这样。他亲自投入已经很大了，对，非常大。你现在不要去看手机，他这个事儿要是真的是闷不住了，那种马脚，你都不用看手机，你都能知道。他目前是不看手机的话，你是完全感知不到有另外一个人存在。本来就没到那个份儿上啊。明白了，我知道了。那你意思是财政大权我暂时往外要可能性不大是吧？呀，他有钱你就买东西花钱可以，不要。那我能不能换个说法，就是说我给儿子存钱，让他每年给我大概有钱的时候给我转点米，给儿子存起来。保险，好的，知道了。好的，谢谢蛐蛐啊。不要被一些小的事件一下子牵动到情绪，就忘了自己的终局，明白吗？你们这样的，我是跟你说，这样的夫妻关系其实已经很好了，基本上你是能看得到头的。什么是头？两个人能过到头，这个就是头，明白吗？哪对夫妻中间不吵架的呀？不干架的呀？你们就算是看到那种这年纪大了的那手牵手的那黄昏恋的干嘛的，能一辈子走到头的，你以为他们年轻的时候不干架？你以为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都不开小差？都有，只不过他到最后沉淀下来了，年纪也大了，知道吗？然后变成了一个离不开彼此的一个状态了。他们这种关系一看就能到头，为什么？我告诉你，我跟你们说了的，男人对一个家庭就两件事儿，所以他那一节课他就听得很好，是吧？要不然就是绝对的物质投入，要不然就是绝对的心智投入。物质投入就是财权都在你这儿，大量的资产在你这把控着，他绝对跑不了。要不然就是他对于孩子的投入特别的多，他特别爱小孩，那他也跑不了，明白吗？那他是绝对跑不了的。因为他不能接受，在这个妈妈没有犯错的情况下，他不能接受妈妈换人，懂了吧？因为他陪小孩陪得很，他对孩子的关注特别的多的情况下面，他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把孩子的情绪照顾好。这个时候他的什么情爱都是往后放的。有些女人就傻在这个地方了，又不要男的上交财政大权，又不让男的管孩子，他妈又当爹又当妈，啥都自己一个人搞完，最后还要抱怨，你这也不管那也不管，钱也不花，娃也不看，谁要你搞的嘞？都不是自找的吗？自我牺牲，自我感动，那你最后落的个结局就是什么？就是他没有沉没成本，什么结局呢？
对不对？没有沉没成本，你当然走不到头了。沉没成本高了，你自然就要走到头。你看，像尤其是越是普通的家庭越是这样。你看我的父母，那年轻的时候不干架，但是为什么要走到头？两个人都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全部，都为我付出了全部，知道吧？两个人都为我付出了全部，两个人但凡要脱离这个家庭，那就成了个要饭的，真的。这俩就是谁要脱离了这个家庭，基本就等同于一个要饭的了，那基本上就要流落街头当乞丐了，知道吧？你说这不得走到头，那必须得走到头啊！想想你们，再看看你们自己的关系，就明白了，是不是？这男的要是实在钱管不着的，你就天天把娃扔给他管，他总得管一头。也不是，因为有些东西你要不来，那财政大权人家天天手上要流动资金，你怎么搞财政大权呢？你只能多往你这扒了，你可以多往你这扒了，但是你要财权，这个东西就不现实，是不是？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关注的点个关注，没有进粉丝团的加个粉丝团，加个粉丝灯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我们有系列 class 金贵的关系，还有我们相应的社群金贵的社群，大家要找到组织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到大家一个圈圈的入口。好，来下一个来，找组织了啊！Hello， 你好。Hello， 你好，听得到吗？听得到，你说。我是有一个工作上的问题想问一下的，就是我有一个我跟前公司吧，就是来说快一点，我是一个老师，说快一点啊，说快一点。好，我是一个老师，然后呢，我的前公司没有给我办理离职，然后因为我跟他走之前闹得很不愉快，然后他说，离职就电脑找一下就可以点离职那个按键就可以，但是他那边就是说不可以，找不到，各种理由推脱。然后现在呢，我这边新的话，他又要我先按了离职之后，我这边才能办入职，所以我现在该怎么办呢？离不了职。对，因为就是一个网上的一个系统，要他那边点了离职之后，我这边新的学校才能办入职，这样子。这个问题超纲了，我都没有打过工，我都没上过什么班，我都没有。这问题问得着我吗？这咋办呢？要不我问小助理，都问这事儿应该咋办呢？你急死我！你这个对啊，你这个不能直接去走正常的程序吗？什么仲裁什么的能不能走啊？这我不知道啊，这我也不懂啊，你这问歪了，有没有别的问题？咱们聊点别的吧。好，有的。然后我想问一下我的个人发展，就是我今年是我98年的，然后呢，是一个小学老师，然后就是个人的圈子很窄，然后我该怎么样交友呢？圈子很窄，出去玩啊？你每天有休息的时间吗？周末是有的，然后的话就是会在学校。为啥不出去呢？你出去啊！个人性格原因吧。你说这鬼话，那男人能掉到你脑袋上啊？穿过你们家的天花板掉你床上？好吧。社交软件打开呀，就出去玩起来呀！你们看现在那些拼那个什么剧本杀的那些，经常有一些还质量不错的那些，真的。行，好，知道了，就是打开渠道嘛。对呀，好。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谢谢，好，拜拜，拜拜。你们不要难为我好吧？你们真的有点为难我啊，就是不想让我显得这么的清白，就想让我多少有点搞不清、拢不拎清的，是不是？拿这种问题来为难我，不必吧？就是大可不必吧。我真的，我跟你们讲，我除了啊，对于我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我所做的事业，我绝对的聚焦以外，我所有的东西我是一概不知道的，就超级白痴一个。我们公司所有的东西，就是所有的细枝末节的东西都有专门的人搞，我是一点概念都没有，一毛钱的概念都没有。但凡能花钱找人解决的问题，我都不会自己解决。这个就是我聚焦的方式，反正我聚焦的方式就是这样的。来下一个。对呀，术业有专攻嘛，你们在为难我。小助理，他们让你开个播，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些。那真的可以，我们小助理真的是可以的，三头六臂啊。Hello， 你好。你好。Hello。你好。其实你好，就是因为我现在在感冒嘛，我的声音不太好，然后你别介意。好，你说。我是想让你帮我想想我现在该做的和不该做的，然后还有我在这段关系里的位置和怎么表现。我23岁，对方比我大10岁，然后单身，抽过证，然后我们认识了1年嘛，因为不在一个城市，所以一直以朋友的关系断断续续联系。他比我大那么多，我就觉得没有必要猜来猜去的，我直接一竿子插到底表白了。他是单身啊？表白以后，他单身。OK， 然后呢，他说他晚点打给我，然后也就没回我。我就想表白，我就不想内耗自己嘛。可是他直接人都消失了，我就不给他内耗我的机会。那你还想啥嘞？别有对象，别个不喜欢你。然后呢，就一个电话打过去了吧，就毫无意外，一首经典的拒绝。对呀，那个还用？哎呀，这个真是心不死透不行啊！对，没错。然后他就还挺坦诚一个人，然后把那个意思表达特别明白，拒绝过程也特别温和舒适，我俩都乐呵呵的嘛。他说他大我那么多，一开始就看出来我喜欢他了，他什么都知道。然后呢，我说我就是怕你装不知道，我这么激进的。他听了以后就狂笑嘛，然后他说狂笑，你在别人眼里是个搞笑女啊！妈呀！天哪！然后他说不只是和我，就是他因为经历过失败的婚姻也没有很久，所以他不想考虑这个。如果和我在一起就是在害我，如果我想和他一起过后一辈子的话，他觉得做朋友啊、做同事、做哥哥都比那个关系要长久。然后另一方面，他说他很欣赏我，就挺希望我去给他工作的。然后他说完这话，我马上就懂了嘛。但我真的就是上头了，我有点不太死心。然后呢？我就那你给他迷晕了呗，好吧？买点什么东西，买点不干不净的东西给他迷晕了，行不行？不是，我就说嘛，我就说你了解我以后一定会喜欢我的，我就开始疯批。我说我想见他，他就说。然后他就说他过段时间会来我的城市，然后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玩，然后可以见面说，因为他也说了，就还不能回到之前的那个关系了嘛。对，如果我还能像之前的态度对他，他也愿意见他的话，他就可以一直相处，就是这样子。你还有啥好想的呀？你有啥问题？你这没问题，别人都给你把问题都回答完了。没有啊，就是有没有搞头？没有搞头啊，这不是明着没搞头啊！天哪，那我现在就是 OK， 那就换一个，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人品很好嘛，然后自身价值也非常高的人，就算不能谈恋爱，我也希望保持一个比较友好的关系。对，
所以我该什么样的就是态度，就是因为我自己怕我喜欢他动作变形拧巴嘛，就曲曲的意见听了我就一定会当圣旨一样执行，所以我就想听你帮我想一下那个我的位子，然后我能做啥不能做啥，就这样。那你就是给他工作呗，他不是让你去给他工作，那你就去呗。我也搞不懂这种所谓的哎呀还要做个朋友，还要这个还要那个，到底干嘛？还不是在铺垫心中的那点念想。对呀，我就是很明确啊，就很想啊。是啊，那你就去给他工作呗，那咋办嘞？对不对？你就铺垫心中那点念想，我是觉得毫无意义。你要去铺你就去铺呗。行，好的，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拜拜。你们怎么心这么野呀？男的都明着就拒绝成这样了，还能上杆子呢？啊？哎，你们你这走正路子走不了了呀，直接给人灌晕，找几个大汉拖你房间，好不好啊？然后第二天就开始让他负责，行不行？第二天就哭，你对我做了什么？你不能这样，你要对我负责，我都没脸见人了，你就走这好不好？哎呀，我的妈呀！哎，一个女孩子，一天天的，没有关注的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就你们这问题都看不出我的水平了都。没有学过金贵的关系，没有进过金贵的社群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你们给个入口。我跟你们讲，对待一个男的，他如果说他愿意跟你聊，是吧？聊的过程当中可能多多少少还有一点点小暧昧啊，会有点什么，你们不要轻而易举的去告这个白，知道吗？不要这样，因为你搞了这个事情之后，你明知道，我跟你讲，男人非常简单。男人很简单的，如果这个女孩子在她的择偶框架内，如果这个女生撩拨他一会儿，这个男的大概率他就会反扑，明白吗？为什么我们老是说只撩不追呢？就是男人是这样，男人是天生的猎人嘛。当你让他感知到你是他有可得性的这么一个女人，同时你还在他的择偶框架内的时候，他是不会不反扑的。基本上你撩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会反扑。但是如果你撩着他还不反扑，他也不想主动推进关系，那么大概率你去告这个白也只会吃闭门羹，明白吗？不要做这个动作，没有意义。你就撩你的，大家开开心心玩，开开心心斗，干嘛的，对不对？增加相处的机会，增加你的曝光率，你就等。但是当然这个时候一定不能只有一个操作对象，你这种时候一定要有多几个操作对象，因为你只有这一个操作对象，你就可能就浪费时间了，最后拿你的时间喂狗了你就等到有一天，他做不出了，那么这个事儿也就10有8九就拿下了，对吧？但是你们总是还没哪到哪儿呢，上来就开始就表白了。能让你那么冲动的去表白的男的大概率身边围的女的都一大堆，是不是的嘞？他要不是真的条件上去了的话，你能对他那么冲动？你能那么控制不住自己？那么想一竿子插到底？对吧？你明知道他身边的那个女的一箩筐的，你非要去冲这个风，你冲到最后冲成个炮灰，你只能冲成个炮灰。事情一挑明，后面你就不好操作了，对不对？后面就不好操作了，要慢慢的来，慢慢的调，明白吗？让他觉得，哎呀，这个女的到底啥意思啊？他天天在家琢磨这个事儿，你就赢了一半。然后你再慢慢的让他觉得，他好像还蛮受欢迎，他好像还蛮优秀，喜欢他的人好像还蛮多，他自己的心态发生变化了，再让他来拿你，是这么一个概念，好吧？那些优质的男的就是靠一个告白就能拿下的，那这种男的也太容易搞定了吧？那你们说现在那么多优质的男的都愿意单着来，哪个优质的男的身边不是一箩筐的女的在边上围着？你凭什么呀？对不对？来下一个来，对不对？
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Hello， 您好。我不知道我接下来说的可能有一点点猪言猪语，拜托轻喷。来，就是白眼狗陪你。就是我说一下那个大概的情况，就男方是38岁，刚刚跟我谈的时候年收入大概20个 W 左右，现在是30到40个 W，家里房产大概1000 W 左右，进入围城的诉求比较强，提出婚前拿一套200万的房子写2个人的名字。然后呢，我是24岁刚刚毕业，然后考完研在等成绩，家里的那个固定资产就是在500 W 到600左右。然后恋爱期间男生花了20个 W， 这里面是包括了酒店吃饭和礼物的费用的。然后恋爱期间他 PC 多次，曾经给我带来一些精神困扰，然后还让我夹过一次娃娃。现在我应该和他步入婚姻吗？你不个毛！你这是哎，你们评评理好不好？这真的不能怪我的情绪问题。这什么？你这个什么玩意儿？你这也，我还要跟他步入婚姻，你怎么着呢？戴绿帽子有瘾还是怎么着啊？因为就感觉他还挺有结婚的那个诚意的。哎呀，我的妈呀！我跟你讲啊，想结婚，呵呵，我告诉你一个真理好不好？啥也没有，啥也不是的男人最喜欢结婚了，对不对？这个世界上不想结婚的都是优质男。那但凡一个男的他不优质，他要米没米，要这没有，要那没有的，哪个不想结婚？你要只是说一个男人想结婚就牛逼，他妈满大街都是，2条腿想结婚的男人满大街都是，好不好？这样子，因为我感觉他还挺有诚意的。哎呀，我的天哪，那是，是不是有诚意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体现在 PCP 的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想让你操劳。是吧？哎，免得搞得你太累了，他需求太大了，免得你太累了，好不好？让你上1天班，休息7天，好吧？让他再出去找7个候补对象，哎，顶你的班，好不好？你真累。就因为我看到他有说，房本写2个人名字，我就感觉好像还挺有诚意的。不够治病的嘞，啊？好不好？真的。好的，我听您的话。然后呢，我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我是比较容易会纠结的那种性格，就经常会做完决定之后又反复的后悔。然后这种心态的波动要怎么克服呢？我跟你说啊，人呐，要对自己有要求，明白吗？为什么你们老是喜欢后悔呢？因为你们对自己没有要求，你们不要求自己做一个一言九鼎的人，你们不要求自己做一个有原则有底线的人，所以你做决定的时候随便做，做完决定随便悔，你的人生会过得稀巴烂的，因为你对自己没有要求。是的，因为我经常会有这种反应。我今天如果决定要吃一泡黄金粑粑，我就把它吃了，我也不会往外吐，懂了吗？我今天就是金山银山，我一旦决定不要了，我头也不会回。这个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我要求自己为自己的每一次决定买单负责，我要求自己不做一个反复的人，而不是在反复的反复之后问自己一句说，我这么反复我该怎么办呢？这些都是弱者的说辞，这些都是对自己没有要求的人才会说出来的话。你说的挺对的。因为就是好的，我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很感谢你，就是不用谢啊，就是因为我等一下，因为我其实之前也有想过分手的这个选项，但是后面就是总是朝他拿米嘛，然后自己好像走出那个舒适圈的时候，就
总是分了一下又回头，分了一下又回头，搞得我自己整个人精神状态很崩溃。人呢就是这样，要不然呢你就往上走，往前走，要不然呢你要活成一滩烂泥，那也没办法。我告诉你们，所有的把自己最后活成一滩烂泥的人，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对自己就没有要求，所有的东西都是行为惯性，知道吧？20岁的时候对自己没有要求，80岁的时候你必定是滩烂泥呀、这还用说吗？那如果比如说我曾经放弃了那个选项，它后面变好了之后，这个要怎么调节？这心里的有啥好调节的？我的要求是我要变得更牛掰，我要变得更好，别人好与不好关我什么事儿？好的。你们之所以会一直回头，是因为你没有长进，懂吗？收入没长进，信念感没长进，坚持做一件事情也从来不坚持。你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所有的那些曾经看不上的，可能有一天都会优于你。其实我已经分手了，只不过是就是重新再来问一下你，免得过2天又和好，我感觉是不是？啊，对，我很害怕自己这个决定做的不是对的，所以来找一下专业的人，告诉你来让你敲板。做了什么决定就是对的。好的。只有一个决定是错的，那个决定叫回头。好的，好吧，拜拜，谢谢你。拜拜。年轻的时候就要这样严格要求自己，我跟大家说过无数次了的。我但凡说过了的事情，我就必须要做到。我但凡做了的选择，我就必须不回头。没有，对于我自己啊，我跟大家说，我们对于自己的人生是没有这种活动空间的。哎呀，我试一下，不行我再回来。我们是没有这种，我们是从来都不搞这种活动空间的。我要么就不动手，我一动手，这个事情它就只有一条路，就是这样。我不管，我跟你们说，我跟大家说过了的，我们去放弃任何一个人，放弃任何一段关系，放弃任何一个事业，或者说我选择一个人，选择一段关系，选择一个事业，我都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在决定的那一刻，我就已经跟自己说过了，即使有一天我过得不如今天好，我也绝不回头。我是做了这样的心理预期的。我的心理预期不是，如果万一我有一天过得不如现在好，这个也没了怎么办？我们是从不做这样的心理暗示的。我们的心理暗示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的心理暗示就是我接纳有一天有可能过得不如现在的结局，我接纳，但是我要的就是这个机会，我搏的就是这个机会，我搏的就是那个 50% 的可能性。当我去搏那个 50% 的概率的时候，我就要接受有 50% 的可能我得不到，就是这样。自己的选择自己买单，你只有这样，你才能不断的磨砺自己，变成一个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的人，你就不会轻易的做决定，明白了吗？这样的话，你的每一次决定就会变得更理性，你每一次的权衡利弊就会变得更清晰，因为你不容许自己回头，你不容许自己拿个橡皮擦在那改。我跟你们讲，就是我在做我们团队的企业文化的时候，第一次我在里面就有一个企业文化，当时我有录这个视频，我也发过，有一段时间了，是在年中2022年年中的时候，我当时在做我们的企业文化的时候，我里面说了三个字叫不出错。我们的企业文化里面有一个叫不出错。当时我们团队里的老师当时没说啊，但是后来他们是到了半年以后才来说的，说当时听到我说不出错的时候，内心极度抗拒。包括我在发那个视频的时候，我下面有好多人留言说怎么可能不出错，你这个根本就是对于人性来说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东西。我告诉大家啊，因为我从小到大，我有一段时间有自我放弃，但是呢，我小的时候，我上小学的时候干嘛？我跟你讲，我都是那种年年都是双百分，我年年都是双百分。我有一年，我整个小学，我们小学上了5年，我小学5年里头10次期末考试，只有1次不是双百。我小学5年10次期末考试，只有1次不是双百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家的规矩是100分差1分，我要挨10下打。
我这个卷子啊，我要是99分，我就不敢带回去了。所以我跟大家讲，不出错是什么？就是我反复的去检查，我会的东西我就不会出错，明白吧？我反复检查，我怎么这个地方还能出得了错呢？我交卷子之前，我这个地方我已经看了10遍了，我还能出错吗？你们反复的容忍自己的错误，容忍自己犯错，它这个事情它就是一个无限制的。然后我们到了今年这次我们不是那个包机出去的时候，包机出去之前不是又开了一次年会嘛？我们团队有一个老师，就是安安老师啊，我也不怕大家知道，他就来跟我说，他说第一次听到你跟我们说这个企业理念的时候，他说不出错，他说我当时非常不认可，他说我当时心里就觉得怎么可能不出错呢？还有结果我就抱着你跟我说的这3个字，他说这半年时间做下来，他说我发现这个太有用了，因为我真的想要去不出错的时候，我才会严格的控制自己讲出来的每一句话，做出来的每一个决策。这样的话，我慢慢的我的错误概率就会变得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所以大家要对自己有要求，好吧？也不是不让你摆烂，想要摆烂，那么就彻底摆烂。不要在摆烂的时候觉得别人为什么过得比我好，别人凭什么运气比我好，就放弃这个念想，也是一种人生，好吧？来下一个来。我们团队老师都很厉害，真的都很厉害。Hello， 你好。你好。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了。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去年的时候，我姐姐给我介绍男朋友，比我大26。说快一点啊，说快一点。拔尖的人吧。Hello。然后身家可能上亿吧。好的。然后一开始因为我年纪比较小嘛，我姐姐就跟我说你要听话一点，乖一点。跟他在一起了，现在在一起了6个月。他给我花了，我算了一下，就是花的钱大概是29万吧。你说他比你大26岁，然后，对，他比你大26岁，你们在一起9个月，他给你花了29万。对，他是围城的吗？然后他跟我说，对，他跟我说的是，他说跟我相处的时候，平时给我花的钱都是零花钱，然后每年过年给我一笔，留着存着以后买房，然后跟我姐姐跟我姐夫也是这么说的，就是说你等会儿，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我说话的时候你是同步的吗？听得到你说话呀？是同步的吗？有延迟吗？听得到啊，没有延迟。没有延迟是吧？好，我问你，为什么他是围城内的吗？我再问你一遍。是的。那为什么你的姐姐姐夫会知道这个事儿呢？这是公开化的。就是我姐介绍的呀。你姐给你介绍的这个男的，你们家条件很差吗？对，然后一开，我家条件不是很好。然后一开始我姐跟我说，她只是比我大16岁，就是说她只是34岁，结果后面我才知道她44岁。你自己是干嘛的？我在就是跟他在一起这6个月就啥也没干了呀。你之前是干嘛的呢？哎，怎么断了呢？重新连下来。他是信号不好吗？他18岁吗？因为他这个我老感觉好像有延迟，我都没太听懂。哎呀，所以啊，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知道吗？就当个剧本听也挺好，要不然的话，免得大家怀疑这个世界。当剧本听，
我们能松弛一点，是吧？大家能松弛一点，要激动就我一个人激动就得了啊，也不用大家跟着我一块激动，你们就当个剧本听，挺好的。人呢？啊？你还连不连了？人呢？他还连不连了？妈呀！为什么我要问一下他条件是不是特别差？他们家条件是不是特别差？因为如果他们家条件特别差，也许这个事儿我还能……你好，你好，Hello， 你接着说。现在连上了。我家里条件是不怎么好的，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去世了嘛，然后我姐跟我家条件一样，她那时候就是说，介绍个男朋友，就是说能让我家里条件好一点啥。你原来是干嘛的？你工作了吗？还是你在读书？还是你没读书了？还是怎么回事？我当时是刚没读书啊。刚没读书是什么意思？你啥学历？高中就没有读了。然后呢？你出社会打工了吗？还是直接就被你姐姐介绍给这个男的了？出社会打工了。做的什么呢？当时什么收入呢？当时还就是正在家里面帮家里面他们开的麻将馆里面做事儿。好，那你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然后过年的时候他的这一笔钱没有给我。啥钱？就是说每年年底给我一笔存着以后买房的钱。你问他了吗？怎么说的？然后过年的时候就一直都是比较就是失联的那种，然后偶尔回一条信息那种。我想他可能不方便什么的，我也没有太多去问，但是一直没有回。等到前2天的时候，他忽然间来找我，然后就跟我说，反正说了一大堆那种，就是像借口一样的，说什么什么，还说我花钱厉害什么样的那种。然后当时我就没有理他，但是也没有跟他干嘛。然后后面他就走了，在后面这1个星期的时候，他一直总是想来找我，我每次都就是要么不理他或者怎样的。就我现在也不知道该咋整呢。是小姐姐，你在什么城市？浙江。你在浙江的就是小城市吗？我们这个城市应该不是小城市吧？但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一直被他放在一个有点偏僻的。好，你听我说一句啊，第一，就是不要跟你这个姐姐来往。第二，想挣米可以去你能去到的最好的城市，酒吧也好啊 ，KTV 也好，随便你去哪里。我可以告诉你，你能挣到的是这个男的给你的 N 倍。真的吗？对的，真的。你才18，对不对？对，然后我长得就是我之前在那个麻将馆里上班的时候，包括有时候出去玩什么的，也有很多人想要跟我在一起啊。我怎样就长得还算比较我告诉你了，你现在呀认知太低了，知道吗？我怕我跟你说很多东西你听不懂，你也执行不了。但是我就是告诉你，既然你已经都走路走得这么稀巴烂了，你姐姐已经都跟你找这么稀巴烂的男的了，咱们就是说不妨出去冲，懂了吗？你出去到那种地方去冲，会比你现在的收益高 N 倍。你现在这个状态去通过你们这种稀巴烂的什么姐姐这种渠道认识的人太穷了，懂了吗？我知道，可是我当时可能因为小时候的原因吧，我就觉得也比较安稳，比较那样子。但是现在我就是这段时间开始觉得不想跟他在一起了，但是又觉得他那个钱没。你这个男的，我告诉你，不要再来往了，不要再联系了，这就是个垃圾，又穷的要死。你姐姐也没见过世面，眼界又低又 low。
你不要怪我说的不好听啊，我说的都是蛮实在的个东西。你每天在什么麻将馆里混日子，你看到的那些人妈穷的叮当响，在你们的眼界里看这个男的，你觉得这男的好像挺有的，这男的就是个稀巴烂，懂了吗？你要是愿意豁得出去，随便你找个厂子去上班，你绝对一年挣的比这多 N 倍。只是，然后我姐她就一直跟我说你要沉住气，因为我姐也是跟我姐夫在一起了好多年，然后我姐夫才给她买那个买房啊买什么，他就说让我向他学习。我告诉你了，你这个姐姐没眼界 low 的要死，这个就是我给你的建议好不好？就是你这个姐非常 low， 她也是走捞这条路，但问题在于她自己的平台太低了，她眼界太低了。他如果是你能看到的天花板，我就是说这个天花板太低了，我建议你出来，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了。可是我又怕，我没有去过那些地方，我又怕就是赚不到。我没有话可说了，好不好？我该给你的建议都给你了，有些人的命我是救不了的。那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要跟他分开，对吗？这是必然，这在我眼里就是个垃圾。那他说的那个过年存着的那笔，他不会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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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好吧，就这样啊。我知道了。你们是从哪里找到我的直播间的呀？你们是从哪里找到我的直播间的呀？大26岁的男人，我们的名言是怎么说的？差多少岁花多少个 W， 这个是在一起开始之前的基础。差多少岁花多少个 W， 这个是在一起之前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狗都不谈，狗都不谈，懂了吗？这姐他妈真 low， 真的，我也不能怪别人 low， 主要是他自己眼界太低了，自己的层次太差了，所以呢，他们就好像有的直播间啊，他要教你从那个男的那里搞个几千块干嘛干嘛的，他还觉得蛮荣耀。有的时候我听到别人的直播间也是这样的，他们打下沉市场搞个什么几 K 什么的，他觉得哎呀好荣耀，你看是不是弄到？我就是说你去大城市当个保姆不行啊，你去大城市当个阿姨不行啊，你去帮别人做卫生不行啊，我真的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就这种东西，就这还值得你他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搞啊？我不懂，我真的不懂。我发自内心的，你是缺胳膊也不缺胳膊也不少腿，对吧？你在大城市当个阿姨，你看人家大城市现在那育婴你知道吗？我姐们儿还不是大城市，她在武汉，她请了个育儿师，人家一个月都是几万。你们真的就是太井底之蛙了，人家一个月都是几万。你们真的就是太井底之蛙了，你们不要觉得我不接地气，不是我不接地气，是你们真的不愿意走出来看一看这个世界，真的不是我不接地气啊！哪个大城市的阿姨保姆，她一个月这大几千块钱挣不到的嘞，大几千挣不到吗？你知道吗？你跟这个男的在一起，知道吗？尊严呢？我跟你们讲啊，我是不爱谈道德感的一个人，但是我说的是什么？你们本身就是干嘛在啊？像这样的女孩，本身你就是拿着自己的青春，拿着自己的自尊，对吧？拿着自己的道德在置换物质，是不是的？置换嘛，对不对？但是你得换个好价钱呐，你这换这个东西得有性价比呀，它不能没有性价比，明白吗？在今天之前没有人教你，没有人教育你，我不怪你，但是今天有缘分，咱们在这个直播间相遇了，
我希望你们不要浪费我们的这次相遇。我希望在今天的这次谈话、这次沟通之后，你们能够真的明白，有些东西它就是不划算的，它是个赔本买卖，懂了吗？18岁的青春，你想拿出去置换，你真的要置换个好价格。下一个。Hello， 你好。Hello， 曲曲你好，听得到我说话吗？可以，你说。我想问，就是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在这段关系中，就是怎么样能够更稍微长久一点的，就是走下去。我说一下我的情况，就是我和一个男的在一起，然后大我12岁，我是01年的，然后我就是一开始就是认识的时候是因为家里面就是出了很大的变故，经济上的问题嘛，然后当时因为我也没有很高的学历，然后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技术，当时就在网上找工作，就是别人刚好宣传到酒吧的服务员是工资有8000多嘛，然后想去赚钱给家里。听到没？酒吧的服务员8000多，酒吧的服务员当时酒吧服务员8000多，好，接着说。就是那种打扫卫生，然后端茶倒水那种，然后就勤勤恳恳的去那个酒吧里，然后那个酒吧是在筹备中，然后当时就是培训，然后就认识这个男生，当时我就是我也是，当时我是有男朋友的，然后我就只是因为他是那边的股东，然后只是加了微信没有联系。后来就是说他的那个酒吧就是一直筹备又疫情，就是没有正常营业。后来我就去家里有事，我就去帮我家里追债嘛。然后后来就是隔了半年之后，然后就是在我过生日的时候，我跟我当时那个前任也分开了，就是他瞧不上我家里，然后我家里出的那个事情，他也就是很 PUA 我嘛，然后就分开了。分开了之后，然后反正就挺曲折的。这个男生他是在围城里面嘛，然后他就是在我情感受挫以及家庭变故中，然后就是又给我那种温暖啊，然后又给我经济上的支持的这种，然后当时就稀里糊涂的就是跟他在一起了，我没有想清楚我到底要什么，然后后来跟他在一起之后，我就是可以正常的去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提升就是学技术嘛，因为我可能没有那么高的知识，我就想着去学技术，然后跟他在一起目前是1年8个月，给了我没有仔细算过，但是有80个是应该有的，然后其中有很多我都是拿来先给我家里面把债还了。Hello， 听得到我说话吗？1年8个月，1年8个月大概花了80多。听得到。对，然后目前我家里的状况就是说稍微稳定下来了，然后就是之前我爸爸在外面欠的债我还清了嘛，然后我妈妈就是病情也稳定了，然后因为以前我就是总是在帮家里照顾家里，然后自己就是目光很短浅的把自己的学业也搁置下来了，然后就是因为当时我弟弟也是，反正就是总住院生病嘛，然后我就可能从17年到现在就一直在处理家里的问题，然后有2-3年都在医院里这种状态，然后现在就是说现在这些事情都平静下来，然后我冷静下来，我想说我自己出去就是离开我的家庭，然后再就是说我想自己独立的生活，然后目前就是说我也想就是离开这个男生，因为我是一个情感需求很强的人，但是就是说我家里还有另外一笔债，然后当时就是说年前我一个好姐妹就是说让我跟她一起去外地，然后就是去那种商 K 里面上班，然后我觉得我可能不太能
去那种环境吧，我就可能心理上有点接受不了。然后我现在就是做摄影的，然后我跟你是一个城市的嘛，在本地这边是可以找一个，就是说我问过了一个工作，就是那种酒楼里面就是给人拍照嘛，然后就是可以，反正工资是能有8000到1万，就是这样子的工作。然后我就现在是倾向于留在现在这个城市里面。然后我跟这个男生，我就感觉，怎么就是我感觉，我不知道我现在继续下去到底好不好。你刚刚说你多大？因为我是01年的。哦，你还小嘛。然后你是到一个摄影工作室去工作是吗？对，就是婚庆行业的摄影。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啊。你这个事儿呢，得一步一步来。首先呢，你要换城市，对不对？是要换环境，对吗？目前是不打算换环境，因为当时很冲动，就是当时我好朋友跟我说，这个男生给的又不多，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因为我只想过一下平凡人的日子，因为他差不多每个月是有3到4个 W 这样子，是有可以稳定我的生活，以及我特别爱存钱，我就是那种1块钱都抠下来存，我存很多钱都给家里面了，然后我现在就是想自己存钱，然后我就不想。首先你换不换环境？第一个问题，不换环境，就在原来的城市待着。对，只是说换一个工作。我现在是没有工作，就是没有全职工作，对呀，就是要投入到摄影的工作里面去嘛，对吧？对。好，那你就投入到这个摄影工作里面去。你今天是不是唯一的问题就是跟这个男的的关系的问题？对，主要是这个问题。我的建议就是你跟这个男的继续在一起，把你们家的债务问题彻底解决掉，你再考虑跟他掰。就是我也是这么想，但是我预计的话，可能就是还得再跟他1年。对呀，因为他现在的经济状况可能，因为他也是被工程卡死了嘛，然后手上留。你在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不建议你跟他掰。除开他如果回款了的情况下，因为他有钱他会给。来，重新连一下，重新连上来。能听到我说话吗？听得到吗？就是但是我感觉，因为我特别患得患失，然后我又是有点作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希望，就每一次我希望我给他发微信的时候，他都能够及时回我。你听，你这些问题不是他的问题啊，就我的问题。对，本来在这样的关系里，你所求的就是物质，你所求的就不是情感。你在一段应该所求物质的关系里去所求情感，本身就是错误的。你自己行为不正确，自己行为要更改。我去年就你过年之前，我没有深刻意识到这个问题，当时我就想离开，就很冲动想离开。然后现在过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因为我们家里人都就是我亲戚，我外婆啊什么都说我是我家里的顶梁柱，我家里现在的所有财政都是我在管，什么事都是我在管。然后我就是现在就是奔着米去了，然后。因为他一开始他也是算是那种，他没有明确的说1个月给你多少，但是他就是可能会比较喜欢那种朦胧的感觉吧，不要说破的那种感觉，然后相处就希望我更问题就是我要怎么样去满足，就是他提出的要求我要去满足，这样子还是什么要求？就是他，比如说希望我把身材练得更好一点啊，这种。是你为什么不应该满足呢？我都说了，在你没有还清债务之前，这段关系不能断。只要这段关系不断，那么你就要满足别人的诉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就是有表达过希望我跟他生个崽。然后我是不想，不可能，我是不想，
啊，你就说1年以后再说。我自己是不愿意。你就说1年以后再说。然后万一这期间有了怎么办？你为啥要有呢？就是万一会有怎么办？为什么会有这个万一呢？你自己不能长效避孕的吗？你自己不能这处理吗？这个问题？就是害怕那种特殊的情况出现。有什么长效的？有什么特殊情况？长效的是你每天都要吃的。哦，好吧，理解了，懂了。啊，就这样啊，挂了。好的，行，谢谢。憋死我算了，好吧，真的憋死我算了。前面听着觉得还蛮清白的个人，怎么越听越不清白，越听越不清白？你们是怎么的不能维持自己长期清白？只能清白3分钟，3分钟到顶了，3分钟过后就不能清白了，那怎么清白得了呢？3分钟之后必须是个浆糊。哎呦，我跟你们说，这晚上的这一场是蛮容易下沉，知道吧？晚上的这一场是蛮容易下沉，为啥呢？因为富太太早上都是不用工作的，富太太早上都是不用上班的。那些有米的女孩子，她们白天的工作，她们白天的时间都比较清闲，知道吧？到了这个晚上呢，大家都有空的时候呢，就是什么都来了，就各种各样的，就千奇百怪的，就人生百态的就都来了，知道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粉丝团的加个粉丝团。没有看过金慧的关系，没有进过金慧的社群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你们给一个圈圈的入口。我跟你们讲，我也知道这样的女孩，就是原来呢，因为自己特别的困难，走过一段时间的捷径，但走了捷径之后呢，她就还是想回归到平淡的生活，所以呢，他们在攒足了第一套房子的钱以后，然后就会去找一个普通人，然后就结婚，也没太大问题，也没太大毛病。反正最后呢，就是过一个小日子，就是这样的，也有很多都是这个样子的，就他自己也没有那么大的欲望，但是这个也是需要你对于自己有非常强的一个控制力的，因为再怎么，你2-3年总是要用进去的，就是你这个走捷径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为了未来你能过上那个小日子嘛，对不对？但是这个2-3年的这个隐忍，跑不脱的，知道吗？你要是一点都不想隐忍的话，那你最后就是小日子你也过不上，小日子你也过不起，你还是会把自己拽入一个黑洞的。来，下一个来。周4涨价，涨价不是核心，我跟你们说。哎，我到处看别人的直播间，我觉得我的直播间真的已经算最贵的了，我没看到哪个直播间里卖比我们还贵的了，涨价真的已经不是核心了。哎，下一个。下一个来，我们当初以为涨到400以后，可能4000个币以后，我以为可能每一场可能就连不满，结果没有想到还是连不完，这还是连不完啊！Hello， 你好，ZGN，哎，你好，哎，你好。啊，你好，哎，你说，曲曲你好啊，我说一下我的情况啊，我现在26岁，然后今年刚入职1线城市体制内的老师，身材颜值大概7-8分，1年30个，然后我父母是做生意的，资产这几年就基本上亏空了，然后他呢是，哎，断了，重新连一下啊，周6的
周二的质量一般会高，我觉得，因为周二都是要上班的时间，他们跑来跟我连麦，大多都是没什么事儿干的，都是有钱没事儿干的班子。这个不是抱枕，这个是我们的男嘉宾。你们怎么能够说他是个抱枕呢？他怎么会是个抱枕呢？这个是我们的男嘉宾，你们看不出来吗？能够被我抱在怀里的男嘉宾，地位还是很高的，好吧？追剧你好。你说。就是我今年26岁，然后今年刚刚入职一线城市的体制内老师，然后身材颜值大概7、8分，一年30个。然后我父母是做生意的，资产这几年就是基本上亏空了。然后我男朋友呢是29岁，然后是大厂的程序员，一年大概50个吧。然后他父母都是体制内的老师，一线城市有4套房。然后来换一个来，这个连不连了？等你搞一下网再连。来下一个。是哪个不会讲话的呀？说这狗子是儿总，就是欠揍，一个二个的情商学了半天学哪儿去了 ？Hello， 你说。妈呀，我等的好苦啊！你好，曲曲，我是那个金贵学员，我我这听了你的课以后，我感觉收获挺大的，把我的那个观念都变了，谢谢你。真的，我觉得我好像以前我都不知道几十年咋活的。我的脑子以前好像是不是进水了呢？现在听了你的课以后，我好像清醒了很多。你今天啥问题来？入正题啊。好嘞，归正题。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啊。我是46岁，3线城市生活，就是我和我现在的老公都是2婚，都是各自带一个男孩。就是我现在的别动麦，你动了杂音大啊。好的。就是我现在的老公呢，就是49岁。以前嘛就是还在动。没有动啦，现在可以吗？说。现在呢，我们就是有个啥问题啊，也是以前没有看你的课，就犯个老毛病，弄看他的手机，一看就有问题，一看就吵架。就是有去年吧，然后我看他和别的女人聊暧昧，然后他给我写了保证书，他说是给我钱给我礼物，我都没有要，我说我不要。我觉得一家人嘛，做一个经济惩罚，我的思想上是觉得没必要，就没有要。然后他平常也没有限制过我的消费，就是我呢自己就花自己的钱，我也不花他的钱，我还是就是那种死拗死拽的那种，傻不拉几的那种。就是我觉得好像花他的钱，好像显得我自己不够独立呢。然后他把他的工资卡给我，我都不花，我1分都不花。呀，我也是觉得然后他平常还因为这个还跟我吵过架，你为啥不花我的钱呢？我说我就不花你的钱。五倍凯罗，女性之光啊！不是，我觉得我从小我妈给我的教育就是女性要独立，就是多吃别人的一口都不行。妈呀，就是前2天嘛，又一次，他的手机在那放着响呢，他就鬼鬼祟祟的，我就拿着他手机看，他就不愿意让我看，他就很生气，我就非要看，然后他就在旁边，呀，我觉得那种气氛不太好，我就看了几分钟也没看下啥，我就把手机还给他了，他就很不高兴
性就离家就出去了，出去转了一会儿，可能有多半天他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就和我冷战。当时我觉得没啥意思，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老冷战没啥意思，我还主动和他说话，他就爱答不理的。呀，我也觉得可没意思呢，我也就不理他了。这几天一直在冷战，我这2天都想着要和他离婚嘛。我说可没意思，注意一下啊。对，我就觉得可没意思了，每天在家就跟免费保姆一样，什么情绪价值也得不到，什么也得不到，然后他还这样对我，然后后来我就进了你的就是金贵会员中，我就听了你的课，我听了以后我就明白了，我觉得我不扯证了，我就要得到我应该得的物质。他以前跟我说，我现在说我的诉求，他以前跟我说给我买房子，我说我不要，我现在我想要，我怎么说呀？人家以前给我买的时候我不要，我现在又要主动要，这怎么要啊？你还是先说扯快乐证啊，先说扯快乐证啊。你觉得你现在说扯快乐证他会同意吗？他不会同意的。那就行了，他不同意不就可以开口了吗？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好的说一个买房子，我也觉得好奇怪啊。不奇怪啊，因为不奇怪，小姐，哪里奇怪了？不奇怪，好不好？你们把你们那个老思维改一改，不要再活在过去那个思维路径里了。这次他以为你会啥也不要，没想到你这次就要了，懂了吗？就是打他一个出其不意。你不要觉得奇怪，你就是因为你过去给他铺垫的人物形象就是真的他要给你，你又不会拿的，就是这个人物形象，对吧？所以你这次还是一样。但是开了这个口之后，这一次就是真要。行，你就跟他扯快乐证，然后要看他怎么说，他肯定不同意，他不同意以后，你就说第一怎么搞，第二你给我转多少米或者干嘛1、2、3、4、5弄出来，然后让他做。我这2天和他冷战嘛，他的工资卡在我手上，我就这么多年没有花过他的钱。他工资卡里有多少米？他每年应该有几十万工资吧？不是你没看过啊，大姐？没有。你看，不是你不刮就算了，你都不好奇吗？你是不是个人呢？你是佛吗？你不好奇吗？我没有看过，然后我前2天还拿的，我还想着我就很生气嘛，我就看了你的课以后就很生气，我就计划明天拿着他的卡去那个就是什么商场金店去刷个什么钻石，我就气他。小姐，你能不能先去查一下那个卡里头有多少钱呢？他肯定是有钱的。你查一下有多少钱，行不行啊？行，好的。你查了，钱多，咱们就一次性全部转完，懂了吗？不要在那，哎呀，我的天哪，你们在干什么呀？买个东西气他，你气你妈气，你在干什么？你直接一查了，万一他早那里头都没钱了，你还搞个毛啊？哎呀，我是对他了解的，他大钱不给我拿，自己拿着，他给我的这工资卡就是他的洒水的钱，他肯定是有钱。洒水的一年有多少年也有不少了吧？对。那他万一里头没有呢？万一他中间挪用了呢？你都啥也不知道，你屁也不知道。对，你先查了金额多，但凡超过100，有没有可能超过100？应该不会，因为是他的工资卡还绑着他的微信，他可能有几十个 W。你都没有多少了，我的妈呀！我跟你说啊，要是没多少米的话，你就不用花了，直接就回去跟他谈扯快乐证。如果有很多100往上，你就一次性全部转完。全部转到你妈卡上。我觉得这样有点卑鄙吧。算，你还是别，你退群吧，好吧？那个金贵的关系不适合你，你别学了，你退群吧。你还是跟他按以前那个方式过呗。你这么要强的女人，你这么独立的女人，对不对？咱们要有独立女性光辉，好吧？哎呀，行吧，我听你的，行，我知道了。就这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快点。
1分半钟。对，就是他不是和我冷战吗？我就要主动要问他，我要和他扯快乐证，还是等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再跟他说要扯快乐证？不是你主动说呀，你就是这日子过得没意思啊！先查钱，他妈的钱都没了，自己在那天天，哎呀，我还有，他的工资卡在我这儿，他妈屁都没有，到最后早都被掏空了，早都被他微信刷都刷完了都，1个月剩不了几个子儿。他绑他微信了，那他消费都在那个上面，估计就没有，知道吧？那只能你最后开口提成快乐证了，直接让他划了房子。不是我觉得他卡上就是有几十万，我也觉得很少，我也是觉得满足不了的要求。先转完再谈呢，几十万也要先转空啊，转空了再跟他聊啊。行。就是这个就是我现在不爽，我就是觉得这日子过得没意思，我不想跟你过，所以我就要把米转了。我们转了，我心里稍微舒服一点，我好来跟你聊扯快乐证的事儿，就这么简单。先转钱，再找他聊快乐证的事。对啊，当然了。行，好嘞，谢谢啊。拜拜。我就见不得你们这一天到晚的，搞得跟自己多么高尚一样。好嘞，高尚啊，你高尚，你牛掰，哎，对不对？就这也控制不住，那也搞不了，怎么着呢？你怎么着呢？你天天在那，我们是爱情，我们是忠贞不渝，我们是海枯石烂。你其实除了个猪头猪脑，啥也没有，只有个猪头猪脑。像这样的女生多吗？个个都要看我们的金贵的关系，个个看完了都是三观炸裂，个个看完都是三观炸裂，开始推翻自己过去全部的人生。哎，但是我跟你们说，早看早好，好吧，真的早看早好。像你们这还什么每一次看手机看完了以后，这也不要那也不要，你看了干啥？写保证书。最好笑的就是有些女孩子总是我说要有惩罚机制的时候，总有一些特别善良的女孩子就跟我留言说，那不是让她觉得只要花钱就能解决问题了。你们就是要让她觉得她的问题都不能花钱解决，都只能靠写保证书解决，知道吧？哎，花米玷污了我们之间的这个感情，是不是？你只有写保证书，写检讨，你才能够受到内心的煎熬，对吧？哎，君子不受这胯下之辱，你要给我写了保证书，那你就是自尊心被我蹂躏了一遍，这个可比你花米来的重要多了。我要你几个那子儿干啥呢？是不是还显得我挺物质的，对吧？我真是搞不懂了，你们都不是靠米活着的，你们都是靠喝西北风活着的，是不是？你们是不是都是靠喝西北风活着的？哎，福气呀，真的是福气。到最后还要觉得自己牺牲贼大，觉得自己你在哪里再去找像我这样的女人，那她确实找不着，确实找不到。离了你以后，发现哪个女的都要米，只有你不要。算了，还是回来白劈你吧。别人也白劈不着，还是回来白劈你吧，是不是？啊，来最后一个连麦来，大家没有关注的赶快左上点波关注啊！没有看过金贵的关系，没有见过金贵的社群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大家一个圈圈的入口啊！来，下一个快点。菊你好，刚刚网络不好。Hello， 你说，就是我今年26岁，然后刚入职那个是一线城市的体制内的老师，然后身材颜值都有7、8分吧，一年30个。然后我父母是做生意的，资产这几年基本上亏的差不多了。然后我男朋友呢，他是29岁，大厂的程序员，一年大概50个吧。然后父母都是体制内的老师，一线城市有4套房。然后我们在一起的半年呢，就是最近出现3个问题。第一件事情呢，是我发现他最近一直都在跟他的同事聊骚，
然后后面求复合呢，就在我的引导之下，我就让他买了2个包，大概15个 W， 然后我们就复合了。但是我没有之前那么信任他了。然后第二件事情呢，是关于房子的问题他说房子婚前改名字呢，大多数人都是接受不了的，得给男方生了孩子，跟他们的家族建立链接才可以过户。然后我就问他，如果是我问你要房子呢？然后他说那也是一样的，就是房子是他父母的，就让我提出诉求，他去跟他们家里谈，或者是我们2个另外再买，让我跟他一起凑首付。如果是他一个人付的话呢，就要多等几年。那因为我在他这感受不到诚意嘛，我就提了分手。然后第3件事情呢，是他让我还包，就是聊了分手之后呢，我就说了一些气话，然后他让我把包还给他，我就答应说过年之后回去给他嘛。然后我回来之后呢，他又莫名其妙的来挽回我，就是说就态度也蛮好的吧。然后直到我把那2个包递给他，他就很生气的走了。然后昨天我就问他包给他寄到哪呢，他又说不用还给他了，说送出去的东西不用拿回来了。我就很纳闷，明明是他让我还给他的，现在又不要了。然后曲我的问题是我是不是别再跟他纠缠了呢？然后包应该要怎么处理呢？你就这么不喜欢这个男孩子吗？我觉得你好不喜欢他呀，你是硬着头皮在跟他谈呢？是，就是在一起的时候感情还是蛮好的，但是后面就是出现这么多事情，然后就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啥事情呢？房子不写你名字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啊？是啊，是吗？不是吗？你是说不写对是正常的吗？是正常的，当然是正常的呀。那应该要怎么去跟他聊这个事情呢？如果有后续的话，人家愿意拿出一定的物质去付出，你说你要个钻戒也好，你要个什么几金，你要个什么彩礼干嘛的，合理。但是现在这种房价的情况下，很多男孩子不愿意把父母帮他买的房子写上你的名字，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我感觉你非常不喜欢这个男的呢？因为我就感觉不到，我感觉到的就是，你看你恨不得把他10几万的包都要还给他，你都觉得可以分这个手，我就觉得你太不喜欢这个男的了。我在想你是不是应该跟自己对个话，是不是你真的很不喜欢他？你也没有必要摁头让自己去跟这个人好。在一起的时候是喜欢的吧，就反正后续一系列操作，他敢提让我还包，然后我就觉得他应该是后续不会再对我有付出了，我就对他有点失望了。你又不是傍大款，对于一个年入几十万的人来说，10几万的东西很少吗？是挺多的了。那就是因为提了分手了嘛，然后我表姐就给我介绍了，然后她就说她同学就是有年轻哎呀，来说重点，说重点啊！就是说他同学有年薪100万的单身小哥哥，说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长得很丑，然后就问我要不要去看一看，然后就是我就其实不知道自己内心到底想要什么，然后就想听听你的意见。你的条件匹配你之前这个男朋友其实是 OK 的，他说的话也一点毛病没有。他虽然说让你还包，但是最后他没有要。其实说白了就是他当初让你还包的这个行为，他是为了挽回，他是为了跟你拉扯，他才会提出这个话。语言是目的，他行动是态度，他的行为是他没要，这个才是本质。他其实是想挽回的，但是你的条件匹配这个男的本身没有问题。这个男孩子是你能找到的比较好的结婚对象。你要是说你去找所谓的什么年入100万的，你也知道长得丑，那最后成不了，你能不能就是说你能坦然的接受，反正这个时间过去了就过去了，我回头重新再来，重新再找就好了。明白。那我最近如果想复合，你觉得是正常的吗？但是你要知道，复合就意味着要往结婚的方向走了。他提的很多东西，他可以提他的想法，你可以提你的想法。但是房子写不写名字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可以去谈份额，或者说谈什么，但是直接这么写。现在他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家庭，说白了，人家那个是老婆本儿。
对，人家不可能跟你结一道婚，而且感知到你没有那么喜欢他的情况下，连老婆本都赔掉的。明白。主要是他之前那一次聊骚，然后让我对他产生了有一些信任危机，然后才会有后面的事情发生。在之前呢，我是对他足够的信任，然后也是很喜欢他的那种状态。So， 所以，你是觉得那个是可以被原谅的，是吗？我没有觉得这聊个天干嘛的，在我这其实不是个事儿。这不是个什么事儿。你们俩才哪到哪儿啊？人家跟别的女孩子聊个天也被你发现了，发现了你也惩罚了，你该惩罚你也惩罚了，惩罚了就相当于他买单了，买单了这个事儿就要翻篇了，这个就是纪律，这个就是我们的规矩，我们的规矩也是给别人的规矩。就是这样，我不可能说我抓到一个事儿，我惩罚完了之后我还不翻篇，我还要死咬着这个事儿不放，我觉得这个没有武德。好的。然后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去哪里找就是更加优质的结婚对象，就是我会担心别人会不会因为我家里目前的状况，然后担心会拖后腿啊之类的。当然会了。就是当然会。然后我想说，会不会就是可以自己做一些副业，然后提升自己，就是挣更多的米，然后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你多大？26。你什么行业？教师。你现在的收入是30是吧？对。30是稳定的吗？是稳定的。我觉得你在这个职业轨道上挣到很多的米有点不太现实，你觉得呢？是好的。好的。好，那我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曲曲，拜拜。拜拜。你们又不可能说我教师这个行业不干了，你们在一个教师这个行业上，其实教师给你带来的不就是婚恋光环吗？不就是婚恋光环吗？对不对？教师这个职业能让你发财吗？那不太现实的，除非你把这个工作辞了，出来搞培训，对吧？那你可能吗？也不太现实的一个东西啊。什么是100亿的？来，那个100亿的不能连，来，先给小部助理贴个发票来。那个100亿的，先给小助理贴个发票，贴了发票，下次第一个连你啊。我们以后这样，咱们这个直播间是没有那个叫什么，就是抢麦这个功能的啊，就不管你刷多少，咱们就是都得排队，排到你了就有你，没排到你刷多少也没用。咱们以后要那个抢麦啊，以后你要叫什么插队，你要插第一个，就一个方式，提前给小助理把你的这个发票给我发过来啊，只要你的发票发过来了，我们就把你排下一场第一个连，可不可以？以后这就是咱们这个直播间，咱们这个直播间的插队规则，贴发票啊，以后贴发票插队啊，说这个男的给你付出了多少的，但凡是一年付出1000个 W 往上的这种，咱们允许插队，但插队的前提是先贴发票啊，好吧，行不行？一年1000个 W 往上的可以插队啊，必须先贴发票再插队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最后点播关注啊，最后点播关注，然后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加个粉丝团，加了粉丝团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呢，那个还没有学习过我们金贵的关系，没有进过我们金贵的社群想要去链接这些高质量的小姐姐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啊，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到大家圈圈的入口，你们也会在圈圈里边看到我们的这个连麦规则，还有我们直播金句的一些总结，以及链接我们团队的方式方法，好吧？好吧，今天就是